2级实力的小卡拉米，就让你来试试我此刻的战斗力。全民穿越航海求生，开局一个木筏一根鱼竿，而我获得概率100%系统，别人还在为了食物和水发愁，而我已经升级木筏开始航海旅行。虾滑跳到了海龟身上，然后将长矛刺进海龟头，直接就爆出了16个幽能晶石。处理好海龟后，把肉也是上架到了交易里面，瞬间频道里涌出无数消息。虾滑大佬恐怖如斯，我们困难的难度遇到的30多米魔鬼鱼，到现在还在跟他斗着呢。现在我们的船长居然要我们成员下海跟他肉搏。虾滑大佬卖海龟肉，我们的船长说是最近食物不多了，急需购买1片，我要去买点。我们是地狱难度，刚刚船长被那变异鲨鱼给吞了，现在帆船已经损坏渗水，我们没人有权限修复，看样子都要完了。楼上可真惨，刚刚我们船长普兰奥马已经成功击杀了80米的变异海兽，速度只比那个虾滑慢一点点。80米海兽这也太强了吧！普兰奥马就是那个世界排名第1的人吗？难怪啊！很快，虾滑的海龟肉那些成功出售完。虾滑看了仓库的幽能晶石，总共有22颗。随后，虾滑补充了防御罩跟幽能火炮的次数，又丢给了沙雕3颗。最后，仓库只剩下了10颗晶石。剩下的时间，虾滑早早就躺下睡觉。第二天，提示音响起：昨日物资获取生存点6315，再据升级获取生存点1000，目前生存点7353。世界排行榜奖励空间宝石10个，区域排行榜奖励木材100。虾滑打开商城，再次购买了5张强化卷轴，生存点只留下了2000多备用。之后把5张强化卷轴都用在了雷达探测器上。用了这么多张才扩张到200米，要是强化卷轴多一些，或者只要100生存点1张就好了。此刻系统已经提示今天的海兽马上开始攻击，雷达探测器此刻弹出，密密麻麻的小点正在往这边靠近。什么鬼？怎么这么多的小红点？虾滑向着海面上看去，只见一群变异海兽瞬间冲了过来，没几分钟就把帆船围了起来。居然是这么多的食人鱼，我滴个乖乖啊！这时沙雕朝着最近的食人鱼咬去，可紧接着口中传来剧烈疼痛，让他颤抖，最后不得不将食人鱼都吐了出来。沙雕，你不要硬来，你先躲开，不要受伤。吉娜，你电他们试试。吉娜直接打了一道电击过去，沙滑也开了一炮过去，但也只是打了2条食人鱼。吉娜，你不要留手，加大力度电他们。吉娜又打出一道比刚才大100倍的电击，虾滑取出金铁弓箭，也是打了10根箭矢过去，海面上顿时一片片蛛网般的电光散开，夹杂着虾滑打出的箭矢，顿时鱼群就少了一些。不错，照这个方法打下去，这110条食人鱼最多再有几次一定能打完。可突然雷达再次弹出，又一群密密麻麻的红点向这边游来，虾滑的额头顿时冷汗连连，但没办法，只能继续打出10根箭矢。就连周灵瑞此刻也控制海水变成冰球砸向食人鱼，但还是赶不上食人鱼的攻击速度。此刻的防御罩充能只剩下了2次。难道我们就这样完了吗？不行，就算是嘎了也要拉上这些食人鱼垫背。随即虾滑手中凝聚出一道风团，分化成3道利剑向着食人鱼打去，但只在食人鱼身上划出一道伤痕而已。虾滑再次凝聚一次飓风打去，但无巧不巧跟周灵瑞凝聚的冰球撞在了一起，瞬间化成一道锋利的冰刃冲向食人鱼，直接打穿了3条食人鱼。居然还能这样结合！周灵瑞，你再弄一些冰球向我砸来。周灵瑞费力地操纵着10颗冰球砸向虾滑，虾滑瞬间用飓风把冰球包围，随后形成了无数个冰锥。虾滑手一抬将冰锥打出，直接就打了几10条食人鱼。虾滑太棒了，但是我主动技能次数已经用完了，周围还有不少，我们怎么办？虾滑听完直接打开商城购买了10瓶蓝药水，之后丢了5瓶给周灵瑞，先喝3瓶，技能用完再喝，这玩意能补充技能使用次数。随后无数个冰锥再次击打着海面上的食人，很快食人鱼就被消灭的一个都不剩。之后虾滑拿着1瓶蓝药水丢给了吉娜，吉娜，你喝下去看看有没有效果。吉娜喝下蓝药水之后感受了许久，主人，这种药水有能恢复能量的特点，但是恢复的能力不多，而且数量无法弥补，必须要质量的变化才行。好了，今天这场恶战终于熬过去了，打扫战场吧。随后众人都下海处理了这堆食人鱼，最后仅只得到了8个幽能晶石。很快夜晚来临，第2天即将过去，距离虾滑1000米外有着一艘同样大小的帆船。马小婷，你强化过的夜视仪看到了没有？那个帆船里的人是不是虾滑？你居然这么跟我说话，我这个姐姐看样子你根本不放在眼里呀！你快点看，确定之后再告诉我，我去船舱休息。等着王若曦走后，马小婷却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。西西和卢修培都说这个虾滑很强，卢修培还非要拉拢他，我倒要看看这个虾滑能厉害到哪里去。大天灾第3天来临，马小婷正观察着虾滑的一举一动。怎么样，虾滑是怎么应对海啸的？看样子他的帆船应该有一种球形的防御道具，海啸居然不起什么作用。我就知道这个虾滑手段不小，上次鱼人城堡我还以为他嘎了，既然现在没嘎，那鱼人的宝藏他一定是得到了。再看看他有什么手段吧，等今天海兽攻击之后再说。10几分钟后，远处游来一个巨型的帝王蟹。将军，变异海兽来了，这只海兽是一个变异的帝王蟹，实力应该达到了3级。所有人听我指挥，对付螃蟹类海兽要攻击它甲壳连接处，等会全部跟紧我。说完，众人都拿起了武器，随后众人都跳下了海里。马小婷此刻怒吼一声，她的身躯瞬间变成了一个身高近3米的小巨人。帝王蟹很快也是游到了众人附近，马小婷拿着双刃斧冲了过去，瞬间就砍掉了帝王蟹一根腿。所有人贴身战斗，他的腿长反而是他的弱点，只要靠近他攻击，他绝对没办法还手。说完，众多女兵瞬间拿着武器冲了过来。经过长达1个小时的战，巨型帝王蟹已经被处理掉了。等回到船上，马小婷走到王若曦面前，
怎么样，虾滑应该还活着吧？他不仅还活着，早在50多分钟之前就已经干了攻击他的变异海兽，我还看到他身边有一条驯服的变异鲨鱼。马小婷瞬间一愣，根本不敢相信王若曦的话。虾滑昨天夜里一狠心把所有的幽冥晶石沙雕，今天早上的时候，沙雕已经进化成80米大小。沙雕进化后还得到了一个技能大白鲨等级3，技能空间切割，在自身范围的100米内，能在任意一点形成1到10米长的斩击。就靠着这个技能瞬间处理掉10根。虾滑在甲板上处理了蛇头，把10颗幽能晶石收进了仓库，随后站在船头看着远处。虾滑，你说那里有一波人正在窥视我们，是不是真的啊？我怎么看不到？你当然看不到了，我是带着强化过的护目镜，视力很好才看得见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暂时还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想法，我们静观其变吧。这时马小婷等人向着虾滑这边行驶而来，随后马小婷上下打量着虾滑的幽能防护罩。妹妹们，不知道你们过来有什么事情呢？请注意你的言辞，其实我找你也没有别的原因，只是想问问你愿不愿意合作。合作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原来是华夏部队的，我的人品你绝对可以放心。而虾滑大佬，你的实力非常强，在这天灾里我们能有幸碰见，为什么不携手共度难关呢？我想就不必了吧，死亡的难度的风暴我应该可以应付，多谢你的好意。我可不相信你会拒绝和部队的人合作，你肯定还有其他原因。这时虾滑指着对面的王若曦，你问问他就知道了。听到这话，马小婷回过头和王若曦问起了来龙去脉。虾滑事情的始末我已经知道了，你不跟我们合作就是因为宝藏岛西西独自撇下你逃跑吧？他本来就是被你胁迫的，遇到危险还不能跑吗？我不是怪他逃跑，我只是觉得和这样的人合作我不放心而已。王若曦此时的脸色变得难看无比。小婷，你非要拉他一起吗？人家这么不愿意，我们还死皮赖脸的说什么？马小婷没有理会，冲着虾滑说，虾滑，要不这样，你愿意合作的话，我愿意和你分享官方内部的情报。然而虾滑此时已经调转了帆船，渐行渐远。实在不行，我可以低价卖给你一些物资，目前属于大天灾，这些都是重要物资啊。虾滑的帆船已经行驶了200多半米，马小婷此时终于忍不住了。我还有一些幽能晶石、空间宝石，还有2个沙漏，我能力有限，就这么多了，低价卖你。下一秒，虾滑的帆船瞬间回到了他们旁边。我想了想，刚才你说的似乎很有道理，你们还是可以信任的，我们应该能好好合作一番。王若曦的脸上此时已经透露出无语的眼神。说说吧，我们怎么个合作？还有，我肯定不会上你的帆船的。我不需要你收起帆船，我们还是在各自的帆船上。我希望的是，我们俩在遇到还变异海兽的时候，先解决的海兽一方去帮助另一方解决海兽。没问题，但是平时没事我们还是保持一点距离，不要靠得太近了。反正我们可以通过系统聊天，不知道沙漏你打算怎么个卖法呀？既然你同意合作了，我2个沙漏一起卖给你，铜块和铁块你各给1000吧。交易成功后，虾滑用了一个沙漏升级帆船，最后升级时间只剩下了3小时。随后虾滑独自一个人看起了眼前的情报，里面赫然显示着技能发展的方向和研究。今天排行榜给的奖励是10颗幽能晶石和100木材，生存点也刷新了，此时一共有5623生存点。随后虾滑进入商城购买了5张强化卷轴，之后虾滑升级了5次幽能防御罩，强化成功，幽能防御罩加5，继续升级请使用2级强化卷轴。很快2个半小时过去，一道提示音响起，帆船已经成功升级成游轮，请自行查看载具。船舱此刻也变得豪华无比。小游轮等级21，动力装置螺旋桨，速度0到100公里每小时，不可强化，能源消耗幽能，每颗幽能可以航行24小时，不行驶时不消耗幽能。虾滑补充完游轮的能源之后，只剩下了10颗幽能晶石，之后顺手点击了升级游轮。游轮升级中，需要时间62天12小时。随后虾滑拿出沙漏使用，游轮升级时间只剩下了58天8小时。马小婷此刻突然发来了信息，虾滑，你游轮升级成功了吗？是啊，升级成功了。你这也太快了吧，我才收集起材料，你就已经成功了。这还得多亏你的沙漏呢，不然我都没这么快。我承认我酸了。对了，你看看排行榜，你的排名有变化。虾滑此时打开了排行榜，区域排名没有丝毫变化，还是第1名，世界排名却是往上提了1名，此刻排在了第2。此刻聊天频道里的人也炸开了锅，大家快看，虾滑大佬变成世界第2了，不愧是大佬，永远第一审。他升到第2名估计是靠着21级的载具吧？话说21级载具变成了啥？楼上连这都不知道，混的也太惨了吧！3级商城出售的是游轮图纸，载具肯定是游轮啊！虾滑大佬求截图游轮，让我们瞧瞧。其实游轮真的一点也不好，游轮太大了，我们3个人觉得好冷清啊。发完这条之后，虾滑关掉频道，开始呼呼大睡。第2天的太阳逐渐升起，吉娜走到了房间里，喊虾滑起床。主人快醒醒，昨天那伙人靠近我们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马小婷的帆船在只有几十米的时候停了下来。昨天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只在抵抗变异海兽的时候才有交集，你们现在过来干嘛呀？虾滑，我只是来瞧瞧你的游轮，沙漏可是我卖给你的，让我看看还不行吗？你看可以，但别靠太近了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今天的海兽攻击还有不到10个小时，抓紧时间回去备战吧。虾滑，你能不能让我们上去看看啊？虾滑没搭理他，转身就往回走了。马小婷此时气得小脸通红，小气鬼，气死我啦！再有10几天我也有了，到时候我自己看个够。虾滑今天的排行榜奖励是10件白色品质的道具和100盒午餐肉罐头，
生存点此时更新也有了7482点。虾滑再次买了6张强化卷轴，连同仓库的此时有了7张强化卷轴，生存点也只剩下了1482点。虾滑直接把护目镜强化了3次，剩下的4张全用给了优能火炮。此时的优能火炮已经可以返还2次消耗的优能。现在燃烧效果变成了4秒，每秒还是强制扣除1%生命，加上火炮本身的伤害，此不是2次攻击就能将敌人带走了。第4天的变异海兽即将攻击，马小婷此时已经开始集合人马。虾滑，你别忘了，如果你的海兽搞定了，要来帮我的。我说出的话肯定不会忘，吉娜你们俩等会都别出手了，回控制室待着去，只要海兽不是特别强，我和沙雕应该都能应付。吉娜两人很是听话，转身就往控制室走去。此时远处的海底游来一条长着翅膀的海豚，沙雕此时也是张嘴向海豚咬去，可是海豚一个闪身就躲开了，随后直接撞上优能防御罩，但只让优能防御罩掉了1次充能。随后海豚一个蓄力居然飞到了空中，直接一个俯冲就向着虾滑这边快速降落。虾滑早有准备，直接开了一炮过去，瞬间海豚就被打下了海里。沙雕此刻也发起了技能，连续3次空间切割，巨型海豚瞬间就成了碎片。随后虾滑看向了马小婷那边，此时那边正跟一个90米的海螺僵持着，虾滑这边直接开了2炮过去，2发火炮直接命中海螺，6秒钟时间海螺就失去了生息。此时马小婷众人都震惊的说不出话。虾滑，多谢你了。不用客气，你还是先给你的下属治疗伤口吧，别拖出什么问题了。马小婷众人回到了船上，此时的王若曦一挥手，马小婷的下属们居然在2秒半钟后恢复如初。王若曦这个治疗技能太厉害了吧，几秒钟就能完全复原，有机会一定要摸清楚她的底细才行。这时马小婷的交易弹了出来，里面赫然显示着8颗优能晶石。虾滑，这是刚刚巨型海螺里挖出来的优能晶石，全部给你了。既然马小妹这么直接，我也不客气了。不用客气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此刻的马小婷把自己编写的虾滑信息发给了卢修培，很快就收到了对方的回复。他实力强大，不惜一切代价与之交好，能拉拢则最好，不能的话，也不要让他成为我们的敌人。第2天一大早，系统发出了一通公告：大天灾简单难度时间已到，其中存活的玩家将会被传送到原先所在的区域。原来海域的变异海兽也暂时不会再出现，所有天灾存活的奖励将会在死亡难度结束后统一发放。虾滑实力强大，很快安全过去了6天。此时虾滑的海鲜肉就达到了惊人的300吨，优能晶石也拥有了恐怖的82颗，生存点更新后也达到了8253点，仓库的几件重要道具也都强化了5级。还有2天天灾就要结束了，好想快点拿到天灾的奖励啊！这时系统再次响起公告，死亡难度天灾更新，给大家发布了一个可接受的寻宝任务，还开启了一个直播功能。虾滑，刚才的公告你听到了吧？这个红色品质的神秘物品，你去不去找？我还在考虑当中，怎么你有什么想法吗？虾滑，我知道你还没真正信任我，我可以放弃争夺这个神秘物品，还可以全力帮助你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这样啊，你有什么条件？至于什么条件，还是等拿到了物品再说。要是我们联手，连他的面都没见着，我说的条件自然也作废。既然都这么说，那我也不矫情了。现在我们赶紧出发吧。2人商议完成之后，由虾滑的游轮带头往着一个方向全速前进着。10几个小时后，一条80多米长的鱼正冲向虾滑，虾滑淡定的打了2发火炮出去，这条巨大的鱼8秒钟就嘎掉了，之后沙雕一口就将巨鱼给吞掉，只带了个鱼头返回了水面上。虾滑在船上开始处理鱼头，没一会8颗优能晶石被虾滑取了出来。随着虾滑继续向神秘物品的坐标靠近，遇到的变异海兽也越来越频繁，但虾滑几乎是10秒几只。仓库此时的优能晶石涨到了112个。此时远方的海面引起了虾滑的注意，2艘帆船正在互相对峙着，左边的是世界排行第5的龟田直也，右边的是排行16的金智妍。虾滑这时收到了一条消息：虾滑先生既然来了，躲在一边干什么？不如过来一起聊聊。这萝卜头居然能看见我，看样子这人也不简单。随后虾滑离他们越来越近，3艘船都保持着100米的距离。龟田直也此时唧唧歪歪说了一大堆，可虾滑压根听不懂他的语言。你快闭嘴吧，我听不懂你的鸟语，打字聊。鬼田直也看到这私信，顿时有些恼羞成怒，而一边的金智妍却是在哈哈大笑。随后金智妍把大家拉了一个群聊。2位大佬，想必大家都是为了红色品质的神秘物品来的吧？不知道有什么发现没有啊？虾滑，别以为你排名第2就有多厉害，不要太嚣张了。还有金智妍，你看我像傻子吗？有什么发现能告诉你吗？龟田哥哥不要生气吗？现在只有我们3个在坐标附近，人家只是问问而已。虾滑哥哥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哪里有什么发现，我也是刚到，我们不如到了坐标位置再看吧。随即3艘载具开始向着坐标靠近，可是到了之后海面上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怎么还是什么都没有？难不成系统说的神秘物品是假的吗？你不要着急嘛，既然这里没有陆地，那只能说物品在海下了。商城里有件潜水服，我提议等会我们3人买了就下海寻找，可以吗？我可以不带船员，但是我有一个终极鱼人，我要带着他一起。那可不行，你想一下，如果虾滑哥哥带着他的大白鲨宠物一起下去，我想你也不会同意吧？要是那样，我们就别想下水了，干脆互相耗着吧。我同意了，到时候如果找到宝贝了，那就凭个人的本事争夺。既然如此，我同意着我们3个下海，其他的宠物跟船员都不准带。说完，虾滑就打开商城买了一件潜水服，使用之后穿在身上还是原来的服装，只不过嘴上多了个呼吸的装置。虽然我有水下呼吸的能力，但是他们可不知道，还是先不暴露出去才行。
随后虾滑三人都保持着距离，慢慢向海下潜去。不过虾滑早就安排了吉娜偷偷下海跟在了后面，很快几人也下潜到1000多米的距离。这海底居然有着一个火山。两位，地图上的坐标看样子就在这海底火山附近，希望他别在火山口里就行。三人持续下潜，此时的深度已经接近1600米。二位哥哥，不能再下潜了，越靠近岩浆的位置，水温肯定更高。我们就在这个距离看看有没有神秘物品的线索吧。好，我们就在这里散开来看看吧。如果找到什么线索，我们互相提醒一声。三人逐渐分散，在这片满是岩浆的海底火山口寻找起线索来。不一会，火山口里一个散发着白色光芒的巨大圆球升起，随后又快速沉了进去。这时龟田跟金智妍对视一眼，之后同时向着虾滑这边冲来。看来这两人是商量好了，在发现神秘物品时联手对付我。虾滑此刻双手形成一道水龙卷，快速的向上飞去。龟田这时一吼，深潜的水居然开始震动，随即他将手中的鱼叉直接扔了出去。这边的金智妍摆出了一个邪魅的笑容，之后甩了一个爱心飞向虾滑。虾滑这边直接用了2次技能形成一个风墙，成功抵挡了2下攻击。我说两位这好端端的突然攻击我是几个意思？神秘物品可还没弄到手呢。你实力最强，我们先把你干了，再慢慢夺这个神秘物品。我倒想看看你这个世界第2有什么本事。虾滑哥哥，你就别跑了，让妹妹看看你的技能吗？金智妍妹妹技能可以看，但你跟她联手攻击我，即便我嘎了，你确定你能斗得过她吗？那就不用虾滑哥哥烦神了，我自有办法。虾滑，你当我们是傻吗？这个时候挑拨，你认为有用吗？三人一边聊天，一边上演着生死时速。可虾滑在100多米的时候停了下来。金智妍妹妹，现在我给你个机会，和我联手，不然等会我对你也不会手下留情哦。还联手对付我，你怕是有点想多了哦。金智妍，用你的技能魅惑他，让他去火山岩浆里把那个神秘物品取出来。虾滑哥哥，抱歉了，我还是跟龟田哥哥合作吧。等会就麻烦你牺牲一下自己，用你的身体去把神秘物品捞上来吧。金智妍说完就打了个爱心过去，可虾滑却是笑眯眯的看着他们俩。紧接着他们身后多了一道身影，吉娜直接打出一道电击，龟田瞬间就被电晕了过去。金智妍妹妹，你跑不掉了吧？虾滑哥哥，你别打我好不好？放心，我留着你还有用呢。跟我说说吧，你们的被动技能跟主动技能是什么？金智妍本不想说，可看了眼旁边的吉娜就怂了。我的被动技能是游鱼，在水里的速度很快，主动技能是致命诱惑，只要命中就能控制一个人的思想。龟田直野的被动技能是控水，主动技能是震动波，让武器高速震动，穿透力很强。金智妍，我可以不嘎你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虾滑哥哥，别说一个条件，3个条件哪我都答应。我要你控制龟田直野，让他把火山口里的光球给我捞出来。那我帮你控制他捞出来之后，你能放我走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你抢神秘物品的。你先搞定了再说吧。随后金智妍便发了一个爱心给龟田，之后金智妍便控制了龟田靠近火山口。在龟田用鱼叉碰到宝物的时候，火山开始猛烈的抖动，突然一股岩浆爆射出来，龟田也没淹没在了岩浆内。紧跟其后有着一个长达200米的巨型灯笼鱼游了出来。我靠，200米的灯笼鱼！吉娜，我们快跑！吉娜带着虾滑猛地往海面冲去，反应过来的金智妍也往另一边游去。可灯笼鱼眼神盯着吉娜，透露着一丝贪婪。随即一个漩涡出现，虾滑跟吉娜两人不受控制的被吸了回来。吉娜这时打出一道电击，可攻击的能量都被漩涡吸收。主人，我的攻击对他没用，这只变异海兽的目标是我，待会我会用千万伏特的能力把你推出海底。吉娜说完就打出一道电击，把虾滑推向海面。吉娜，你给我住手！还有其他办法的，我命令你给我住手！主人，做你的宠物，我很开心。说完这句话，吉娜瞬间就被灯笼鱼吞进了口中。虾滑此刻无精打采的回到了船上。虾滑怎么样？有收获吗？吉娜人去哪了？虾滑没有回答，他在思考如何才能解决那条灯笼鱼。萝卜头这边一个手下对着虾滑唧唧歪歪了一堆，还贴心的发了条消息问候虾滑。我们老大是你还嘎达吗？你个混蛋，给我解释一下。虾滑此刻心中那团导火线被引燃。沙雕等会把前面那艘船上跳进海里的全部给吞了，漏了一个今晚我就吃你的鱼翅。随后直接向着对面打出了好几炮。没一会，萝卜头的船已经被打烂，海面上都是一些掉落的箱子。金智妍此刻也被吓得也是开船远离虾滑。沙雕，跟着我下海跟那条灯笼鱼拼了！虾滑，你给我站住！我不知道你在下面遇到了什么，如果连吉娜都不是对手，那你下去同意也是没用的。虾滑不管他，继续命令这沙雕潜下去。虾滑，你嘎了我怎么办？既然你要下去拼命，那我只能陪你一起好了。说完，周灵瑞直接纵身靠近，虾滑没办法，只能将周灵瑞拖了上来。你干什么？你快回去！我不回去，要么你让我跟你一起下去，要么你告诉我事情经过，我帮你分析分析。此刻虾滑的脑子也清醒了一些，随后便跟周灵瑞简单的讲述了海底的一切。虾滑，既然那条灯笼鱼那么大，就算你和沙雕下去肯定也会被吞噬的，你俩连攻击都攻击不到它的，为什么不能把它引上来用火炮打它啊？没用的，引它上来我们几乎做不到。那它不上来，我们带着游轮下海行不行？带着游轮下海吗？之前你不是说过马小婷的船上有一个古怪的道具，可以让载具潜入大海之中，加上优能防御罩隔离海水，我们不就可以像潜艇一样潜入大海了吗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随后虾滑连忙给马小婷发去了消息。马小婷，我这里遇到了一些困难，我知道你们船上有一种能让载具潜水的道具，只要你卖给我，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。虾滑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先别急，先跟我说清楚。马小婷，行不行？你的潜水道具卖不卖？此刻马小婷跟王若曦两人对视着。
小婷，幽能潜水器可是橙色道具，这种品质的道具可遇不可求，真要卖给他吗？我也舍不得卖，可是我们接到的命令就是全力拉拢虾华，虾华也说了可以付出任何代价，这样以后拉拢他归顺官方不也更容易吗？可是你能保证虾华一定说话算话吗？万一他得到道具之后反悔了怎么办？虾华这边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。马小婷，我虾华这辈子没求过人，这次全当我求你了。虾华橙色道具我不能卖给你，但是我可以无偿借给你，只要你天灾之后归还，并且答应我成为官方的一员就可以了。没问题，我愿意成为官方的一员，并且橙色道具用完我就还你。虾华此刻手中已经出现了一个半米长的恶正方体铁盒子，橙色品质的幽能潜水器，消耗幽能可以控制载具潜入海中，只可以控制下沉和上浮，不提供前进或后退的动力。潜入海中时能量消耗为1颗每分钟。虾华拿着幽能潜水器到了控制室安装，开启后游轮慢慢开始下沉，沙雕也被绑在了游轮后面，只要出现变故，沙雕就直接往上逃跑。虾华，那个火山口就是你说的巨型灯笼鱼的老巢吗？为什么一条鱼能活在岩浆里？这些先不管，等会你进控制室控制游轮，如果巨型灯笼鱼冲我们过来，你赶紧上浮并且倒转螺旋桨倒退。好的，交给我吧。虾华戴上护目镜看向火山口，灯笼鱼正漂浮在上面，之后虾华直接泡过去。火球即使在海水中依然没有熄灭的迹象，第一发直接打中了灯笼鱼，灯笼鱼瞬间惊醒，火山都开始震动起来。沙雕，周灵睿给我倒退。说完再次发炮过去，直接命中灯笼鱼。灯笼鱼此时发疯了，冲向虾华，巨大的漩涡吸力也吸着虾华的游轮。虾华第三发炮出，火炮从灯笼鱼跟漩涡旁边绕了过去，直接打在了灯笼鱼后面。3次火炮命中，强制扣除10/12的生命值。此刻灯笼鱼已经没了意识。终于解决掉了他，吉娜你的仇我已经给你报了。随后虾华向着灯笼鱼游去。沙雕，你把游轮带去海面上，一直在海底消耗的太多了。随后沙雕便拉着游轮向海面浮去，周灵睿也穿着潜水服到了虾华身边。虾华，我们破开他肚子找找，说不定吉娜还在里面没有嘎呢。虾华这时也升起一丝希望，冲着周灵睿点点头。可这时雷达探测器弹了出来，200米上方有2个红点不断在靠近。虾华，怎么办啊？沙雕和游轮已经回到海面了。这时虾华急忙在商场买了几瓶红药水跟蓝药水，手里紧紧抓着手中的震荡长矛。这时远处游来一黑一白两人，白人便是世界排行榜第1。我说2位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虾华先生，你能在水下呼吸的能力真奇特。刚刚我们在后面已经观察你们好久了，我们来这里只是想冒昧的问一句，你有没有神秘物品的线索？神秘物品的线索我没有，我只是嘎了一条变异海兽而已。要找神秘物品的话，我劝你们自己再找找吧。这时一旁的黑人直接掏出2米半的长剑。埃伯特助手，抱歉虾华先生，我的朋友似乎有些不太礼貌。没什么，普莱奥马先生，你还是先去找找神秘物品吧。坐标位置就在附近，你可以在那片岩浆中找一找。虾华先生，你发的这只海兽体型可不小啊，想必它的幽能晶石数量也一定不会少吧？怎么，你想抢吗？我只是想你把海兽卖给我，反正神秘物品也找不到，弄些幽能晶石和海兽肉回去也不算白跑。我出2件紫色品质的道具，你看行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打算把海兽卖给你，我自己留着也有用。那好吧，虾华先生既然不打算卖，那我们的200名船员可要饿肚子了。这人一旦饿了，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。不知道我船上的武器够不够对付你的鲨鱼呢？2位这是打算明抢了呀？周灵睿动手。话音一落，周灵睿直接画出10多块冰球，虾华左右手同时打出2条龙卷，两者融合无数尖锐碎冰冲去。可普拉奥马身体直接扭曲躲了过去，艾伯特身体也长出一层夹克抵挡住了攻击。虾华先生真是急躁呢，说动手就真的动手了。既然这样，也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说完，普拉奥马手臂突然伸长，然后直接打向虾华。艾伯特也拿着长剑冲向周灵睿，虾华连忙凝聚风墙格挡普拉奥马的攻击。周灵睿这边也是打出一个冰球，抵挡住了艾伯特的剑刃，随后直接控制了艾伯特体温下降10度，瞬间艾伯特就动弹不了。虾华也打了一道飓风冲向艾伯特，可这时被普拉奥马的手拽了他回去。小仙姐，那个女人的技能应该能改变稳住，但好像有距离限制啊。说完，艾伯特又冲向周灵睿，可手上的攻击打向了虾华，躲闪不及的虾华手上被划了一道。虾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一点小伤。随后虾华掏出红药水倒了上去，伤口瞬间愈合。虾华先生，你终于受伤了。艾伯特的被动技能是鲨鱼之魂，一旦品尝到了你的番茄酱，可是会失去理智的疯狂攻击此人，并且自身的能力都会提升哦。顿时艾伯特疯狂的冲了上来，虾华连忙凝聚风盾，但还是被艾伯特。古兰奥马这时手臂也过来，瞬间把虾华打飞了数米远。我说虾华先生何必这么倔强呢？现在放弃灯笼鱼离开还来得及。说完手臂又打过来，2条手臂跟机关枪一样停不下来。虾华这时直接把毛刺了过去，古兰奥马2条胳膊瞬间被震碎。虾华，你居然废了我的手臂！我今天就算付出再大的代价，我也要嘎了你，让你看看我的橙色技能。随后普拉奥马居然变成了一条章鱼，但头和身体还是人类的模样。这就是橙色技能章鱼真身吗？本来我是不想使用这个技能的，这个技能副作用太大，可你居然敢弄碎我的胳膊，今天我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嘎了你。
随即普兰奥马6条章鱼触手快速刺向虾滑，虾滑这时跟周灵瑞的技能结合，一个冰盾挡在面前，可被触手瞬间击碎。有2条触手刺进了虾滑手臂后又缩了回去。虾滑胳膊感觉怎么样啊？我也让你尝尝这个滋味。虾滑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没事，今天我俩说不定要交代在这里了。没关系的，虾滑，没有你我早就干了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的，我算是赚大了。虾滑看到你们这样，我真是好感动啊！我就让你们做对亡命鸳鸯吧。随后6个触手再次狠狠地刺向虾滑，这时周灵瑞居然冲在了虾滑前面，触手瞬间刺穿周灵瑞身体。虾滑，你赶紧逃！说完，周灵瑞就晕了过去。虾滑急忙取出红药水，拼命倒给周灵瑞，张口愈合后，周灵瑞却没有醒来的迹象。想跑，你跑得掉吗？这时虾滑雷达再次弹出，又是2个红点靠近。下一秒，虾滑收到一条消息：虾滑老弟，快点向上游，姐姐来救你了。随后，虾滑抱着周灵瑞拼命向上游去。此时又是2根触手冲虾滑刺来，感动姐的人，你找嘎！随后直接把手中斧头丢了出去。普兰奥马瞬间收回了触手。虾滑怎么样？姐姐来得及时吧？周灵瑞这是怎么了？真是太及时了，救命之恩我记下了。周灵瑞暂时晕过去了。晕过去了吗？那好办，西西用你的技能治疗一下。随后王若曦便抱过周灵瑞治疗了起来。对了，我的鲨鱼跟游轮你见到没？海面上应该有人在围攻我的游轮。你放心吧，我刚刚一来就看见常威在打来福，还好你的宠物生猛，我的船员跟你的鲨鱼把他们打跑了。这时普兰奥马打断了他们对话。这位是世界排行第3的马小婷女士吧？这是我和虾滑的私人恩怨，希望你不要插手。虾滑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对付灯笼鱼吗？怎么跟他打起来了？随后虾滑将事情的始末跟马小婷简单说了一下。王若曦带着周灵瑞在一旁治疗，马小婷冲了过去跟他们战斗了起来。普兰奥马很快就落入了下风，触手都被打掉了一条，艾伯赫后面也打得连连倒退。随后2人同时对马小婷发起进攻，马小婷最后也是很难站到好处。马若曦再治疗我一下，我双手骨头应该有些断裂，用不上劲。王若曦听完又给虾滑开始治疗，伤势好了之后，3人也过去加入战斗。普兰奥马2人不敌开始逃跑，可几人追逐居然追到了灯笼鱼旁边。此刻的灯笼鱼突然动了起来。不是吧？你还能复活的吗？虾滑，他不是嘎了吗？怎么又动起来了？我哪里知道啊？你能再嘎他一次吗？你说呢？赶紧跟我跑啊！随后几人瞬间往身后逃跑，灯笼鱼直接使用了漩涡技能，在场所有人都被漩涡拖了回来，全部都被灯笼鱼吞进了肚子里。可肚子里居然有一个巨大的空间。这时虾滑给周灵瑞发去一条信息：周灵瑞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现在我只能在地图看到你。我们现在这是在哪里？不要慌，我们现在很有可能在灯笼鱼肚子里，这里空间比我们想的都大。我们先碰面再商量对策。随后虾滑看着周灵瑞的位置一直走，2个半小时后，虾滑居然发现了龟田的箱子，开启后里面有着不少的东西，还有着一样紫色品质的道具。现在为玩家发送道具属性效果，请您进行查收。没想到这个紫色品质的物品居然是一个奇怪的植物种子，长出的花朵还有提高属性的功效，这下可捡到宝了。这时雷达突然出现警报，一个红点出现在了附近。虾滑拿起武器紧张地盯着面前，可2分半钟后走过来的却是吉娜。吉娜，你居然还活着，这真是太好了。主人，见到你我也很高兴。好了，跟我讲讲你被吞噬之后的事。吉娜点了点头，将她从被吞噬和之后的情况娓娓道来。原来吉娜被吞噬后在里面绕来绕去，始终找不到出口。我们等会先跟周灵瑞还有马小婷等人会合，在一起想办法看能不能出去。主人，之前我在这里的时候看到里面有个奇怪的珠子乱跑，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红色品质的宝物。会跑的珠子吗？它刚刚在哪个地方出现过？就在我来的方向，我抓不住它，它会到处乱跑，不知道还在不在那里。走，我们过去找找看看。在吉娜的指引下，虾滑2人快速的前进着，很快虾滑便看到了远处的珠子。吉娜，前面没路了，我们小声点，偷偷摸过去。随后虾滑拿这个麻包袋偷偷的走了过去，一个袋子直接就套住了珠子，珠子居然还在不停的挣扎想要逃离。虾滑快速的将它收进了仓库。红色品质的龙珠，据说是开启深海龙宫的钥匙，灵性十足，滴入鲜血可让它认主。它的真正功效只有到了龙宫之中才能开启，现在的它只是一个会发光会跑的珠子，没什么作用。我靠，这茫茫大海，我哪里去找深海龙宫啊？我又不是那孙猴子。随后虾滑把龙珠拿出来，一出来龙珠就碰到了虾滑的血。恭喜玩家，红色品质龙珠认主成功。之后的虾滑居然可以凭着意念操纵着这个珠子。虾滑又跟着吉娜继续前进，2个半小时后，周灵瑞跟虾滑也碰了面。虾滑见到你们太好了，吉娜你是不知道，虾滑看到你被吞了之后，气的就想跟灯笼鱼单挑了。吉娜非常感谢主人。别说这么多了，以后别自作主张就行。我们赶紧去找马小婷会合，有着吉娜的电击能力，说不定我们能从这里逃出去。3人继续出发，终于在一个路口找到了马小婷2人。虾滑，你藏得够深啊！我们合作这么多天，愣是没发现这位美女居然是个高级鱼人。马小婷说笑了，不是我藏得深，是你没有问啊，我从来都没说吉娜是正常的人类。虾滑，你有没有找到办法从这里出去啊？吉娜是高级鱼人，她的电击加上你的100倍力量增幅，说不定我们能破开这里出去。就算可以出去了，但是灯笼鱼可是活在岩浆内，我们一出去不就被融化了啊？马小婷，你现在赶紧找你的手下，在我游轮控制室里把一个球形的装置交易过来，那防御罩可以隔绝外面的物体进来，也许是我们逃跑的机会。
很快，虾华手中已经收到了幽能防御罩，吉娜此刻也是一个电击打在墙壁上，配合着马小婷的百倍力量，墙壁瞬间破碎。之后就在两人配合下，居然遇见了普兰奥马。此刻他的技能后遗症导致他无法动弹，他原本断掉的肢体也长出来了一点。虾华，怎么处置他？不急，我先跟他说2句话。你们想干嘛？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。现在你倒是知道怕了，你不是要嘎了我吗？不是要强卖灯笼鱼吗？我不嘎你了，求你放过我吧。虾华大佬是我不对。先跟我说说你的技能，我很好奇你为什么断肢还能重生。说了你能放过我吗？那就看你说的有不有趣了。普兰奥马自知没有选择，只能将自己的技能秘密全说出来，满足虾华的好奇心。可虾华最后还是送他去了另一个世界。马小婷，我们平分他的仓库吧，能嘎了他，你的功劳很大。好啊，那我不客气了，看看他仓库有啥吧。打开普兰奥马的仓库，里面居然满满都是物资，就连木筏之星都有200多个，幽能晶石也达到了124个，还有这4个沙漏。清点完后，虾华直接分了一半给马小婷他们。此时艾伯特发来一条消息：沙华，我刚才看到普兰奥马已经嘎了，是不是你嘎的？是我嘎的，你要不要来找我给他报仇啊？沙华，如果我能活着离开这里，一定会让你嘎在我的手里。行，我等着你来嘎。之后，虾华众人继续砸墙。1个小时后，一股比液体狂涌进来，周围的一切开始晃动起来，众人连忙穿上潜水服。这是怎么了？我们应该挖到灯笼鱼的身体了，挖他的肉，他当然会疼得乱动。我们现在进去乱挖，说不定出去的时候还能嘎了他。随后，马小婷跟吉娜继续开砸，灯笼鱼此刻在疯狂的翻滚。没一会，虾华他们到了一个空间，里面摆着几百个的幽能晶石。大家别发呆了，这么多幽能晶石，我们看看谁抢得多。说完，几人一窝蜂的冲过去收起了幽能晶石。随着幽能晶石的减少，灯笼鱼的生命也渐渐流逝了。虾华总共拿到了300颗左右，马小婷则是拿到了200颗左右。这次多亏你了，虽然幽能晶石你抢少了，但之前你说的条件我没忘，等脱身了我答应你开的任意条件。什么？你居然同意了？神秘物品不是没找到吗？你其实可以不用同意的啊。谁说我没得到啊？什么？你得到神秘物品了吗？你怎么没说啊？神秘物品是什么啊？东西我确实拿到了，别管怎么拿到的了，等会回到船上我给你看看不就完了吗？2个半小时后，靠着幽能防御罩也是出了火山口，众人也是各自回到了自己的船上。但是此时的沙雕急忙推动着游轮前进。怎么了，沙雕？沙雕疯狂地朝着海下点头。不解的虾华戴上了护目镜，注意力集中望去，海底居然有着一道微弱的红光。我靠！周林睿，你和吉娜快去控制室控制游轮，海底火山爆发了。随后丢了根麻绳下去给沙雕，又把马小婷的帆船绑在了游轮的船尾。之后几人全速前进，火山此刻也爆发出来，天上开始下起了火红的岩浆。但虾华已经离开了危险区域。虾华，你之前答应我的条件是真的算数吧？我既然答应了你，我肯定不会反悔。加入你们的话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个一官半职啊，或者有没有什么好处啊？你就别想了，官方现在有一种特殊的管理体系，好处前提是你得有付出，回报跟付出是相对应的。出去之后，我让卢修培亲自跟你讲具体的情况。好的，到时候我一定会详细的跟他了解了解。随后虾华把潜水器还给了马小婷，同时还交易了100个幽能晶石给他。这时有着一艘帆船正在快速驶来，仔细看去，船上的正是艾伯特。随后虾华就收到了一条消息：虾华，我说过，我一定会让你嘎在我手里的。直到此刻，虾华才发现艾伯特帆船后面的几头变异海兽。我靠，这个疯子还真是要拉着我一起嘎呀！虾华，这前有狼后有虎的，怎么办啊？没办法，只能冲过去了，准备战斗吧。之后虾华连续打了几刀，抛过去，直接就打中了艾伯特。可艾伯特脸上居然带着微笑，给虾华发了一条消息：虾华，我在地狱等着你。这个疯子居然不顾自己和船员的命，一心想要拉我陪葬啊！虾华此时往着海兽群内望，很快海面上就打了5条海兽，可海面上居然还有多条海兽。此刻距离虾华等人也只有300来米。马小婷，你们赶紧弃船，所有人都到我的游轮上来，我开启防御罩，这些海兽一时半会伤害不了我们的。虾华啊，你也有这么慌的时候啊？你有没有搞错呀？海里至少20条以上的海兽，你不过来，等会我连你的尸体都找不到。小老弟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有办法让这些海兽不攻击我们，你就全力往前开就好了。马小婷，你再有办法也要告诉我一下具体是什么办法吧，我这心里可是一点底都没有啊。我就不告诉你，谁让你不告诉我神秘物品是什么？等会我开启秘密武器，你的沙雕也会被影响，你赶紧在他身上绑多几条麻绳。之后虾华连忙丢了几条麻绳下去给沙雕。马小婷帆船传来一声闷响，一个长条状的炮弹从游轮旁边快速划过。我靠，这特喵是鱼雷啊！马小婷居然有这么现代化的武器。身后一阵刺耳声波响起，海面上已经躺着20多条变异海兽，就连沙雕此刻也是躺着。不要慌，这些海兽只是暂时晕了过去，而且眩晕时间有限，我们赶紧离开吧。虾华也来不及多问，继续向前航行。行驶快1000米之后，沙雕也醒了过来。说说吧，到底什么武器？看你这样子，可比我隐藏的更深。好，肯定告诉你，我这武器也是橙色品质的武器，因为局限性很大，加上消耗优能太厉害，西西还一直都舍不得让我用呢。说完就发了武器属性给虾华看。橙色品质的眩晕鱼雷发射器，消耗优能发射一个会在100米外爆炸的能量鱼雷，可以使方圆200米内的生物暂时眩晕。我靠，居然有这种控制效果这么强的武器，30秒的时间都能让我再打几发火炮了。
系统此刻发出了通告，海上风暴天灾正式结束。2秒半钟后，虾滑也被传送回了原来的海域。生存点此时也更新了，虾滑总共有着23165生存点。这时又弹了一通公告出来，第2场天灾即将开启，还公布了神秘物品龙珠被虾滑得到的事情。什么狗屁游戏，居然连龙珠的属性都告诉了别人。2个半小时后，虾滑看着眼前系统发放的天灾奖励：3个黄金宝箱、60空间宝石，沙漏也有着90个。黄金宝箱，99%的概率开出珍贵材料或大量白色、蓝色、紫色道具，1%概率开出橙色品质道具，1%概率开出橙色道具吗？这么一来，靠着欧皇系统，我岂不是有着3件橙色道具了？想到这，虾滑连忙打开银色宝箱，橙色品质的青环海蛇真身技能卡，使用后拥有独特的技能，可以暂时幻化成海蛇的躯体，拥有着海兽的躯体外还有特殊能力，每日技能次数1，持续5分钟。居然是橙色的技能卡，还可以跟普兰奥马一样变成海兽，这种暂时提高自身实力的手段果然逆天。橙色品质的闪现技能卡，使用之后可以拥有特殊技能，拥有10米的短距离瞬间传送能力，传送时无法更改距离，而中间不能有无法穿越的物体，需要2级蓝药水才能补充次数。我去，又一个技能卡片，有着这个技能肯定可以打得敌人一个出其不意。橙色品质的迟钝声呐，可以对500米范围内的生命体进行定位声波攻击，使对方速度降低1/10，有着20%的概率触发腐蚀效果，每次减少10%的整体属性，持续15秒。这武器怕不是有一点强哦？现在我也算是有了一个控制的武器了，赶紧装上才行。之后虾滑打开界面，直接选择了安装。迟钝声呐安装中，攻击装置在传递，操控装置将会出现在控制室，还需5分钟安装时间。之后虾滑拿着2张技能卡在纠结，因为系统提示了只能使用1张，随后还是收了起来，看向其他物品。蓝色品质隐形药水，将其均匀的涂抹在身体表面，可以隐身3分钟。紫色品质的高爆手雷，将手雷拉环拉出，手雷将会在5秒引爆，杀伤范围10米。蓝色品质的召唤卡牌3张，将随机召唤1名绝对忠诚的鱼人战士，1%概率更改为召唤终极鱼人战士。又是召唤卡牌，而且还是3张，上次还是靠它召唤出吉娜的呢。之后虾滑带着卡牌走到了甲板上，等会我给你们介绍几个新伙伴。新伙伴？茫茫大海的连个影子都看不到，哪来的新伙伴？你是不是看上了哪个女的？混蛋，有我跟吉娜还不够吗？想啥呢？等会我是要给你们看看我新召唤出来的鱼人战士。是跟吉娜一样的鱼人战士吗？终极鱼人对吧？对的，跟你想的一样。那鱼人是男是女啊？不知道啊。会不会有部分躯体是鱼人本体？终极鱼人肯定是啊。那我希望是男鱼人，又丑又老的那种，不然肯定逃不过你的魔爪。虾滑脸上露出苦笑的表情，之后开始召唤鱼人，瞬间3个身影出现在虾滑面前，一个章鱼人，一个海龟人，一个水母鱼人。你们3个以后跟着吉娜，她是高级鱼人，以后除了我还要听她指挥。是，主人，我们以后也会遵从吉娜大人的吩咐。吉娜这3个鱼人就交给你了，带他们熟悉熟悉游轮，还有尽快让他们学会汉语。是主人，你们3个跟我走，熟悉一下游轮的环境，然后跟我先学汉语拼音。之后吉娜就带着3个鱼人去熟悉环境去。虾滑后面走回了房间内，打开商城，一下子买了10张强化卷轴，把迟钝声呐跟手雷都强化了5次，又打开了游轮升级界面。此刻的游轮还剩下1200小时才能升级，虾滑直接使用了12个沙漏。游轮升级成功，目前等级22，请自行查看游轮属性。随后虾滑继续升级游轮，把沙漏用剩下了6个，游轮此刻也是达到了25级，升级时间剩下了3500个小时。排行榜这时也有了变化，马小婷的载具居然也达到了22级，那个逃跑的金智妍也升到21级了，卢修培的排名也从原来的72名直接提高到18名。现在既然大家的沙漏很充足，是时候再交易收购一波沙漏才行了。随后虾滑打开世界聊天看着，收购铁块，每单位的铁块以10生存点的价格来收，量大优先。收购铜块，每单位铜块15生存点，20个起收，一口价。我擦了，怎么天灾的奖励一发放，大家都不聊天了，都在这狂收材料。楼上还有心情在这水聊天，谁都不知道3天后的游戏会更新成什么呀！现在大家都获得了不少奖励，还不赶紧收购材料升级？对啊，现在生存点充当货币，方便了许多。我卖一个沙漏，1000生存点。虾滑随后搜索沙漏关键词，里面约有20多个，每个都是有不同的玩家上架交易的。我现在才有2万多生存点，要是全买了也只能买到20个左右，这价格也太贵了。随后虾滑在交易上挂了一个收购信息，同时出售各种海兽肉。卢修培在此刻也发来了消息，虾滑小哥，我听说你已经同意正式加入我们官方队伍了是吗？没错，我非常愿意加入你们，但我好奇加入你们之后，我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与你们联系？虾滑小哥不必担心，我们也有更多成员和你一样，但我们都是有着联系的，靠的就是交易功能。靠着交易功能吗？具体是什么样子？加入之后并不需要你去干什么，我们还会给你提供一个贡献的平台，你可以通过上缴物品来获得贡献点跟兑换，当然价格肯定是比市面上要便宜很多。卢先生有这样的兑换平台绝对是一个好事，但是我不相信加入你们之后真的一点事都不用我去做。既然虾滑小哥是聪明人，那我有话直说了，以后如果河区跟我们基地在一块，你必须要来报道，并且有保护基地的责任，还有你要尽力保护第2次传送到你所在区域的华夏人，在你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这些人一些基础的生存条件。
没想到官方此刻还在惦记着这些同胞们。没问题，我会在条件允许下给予他们一些帮助的。说完，虾滑看起了官方发的兑换平台物品清单，除了紫色和橙色道具没有，其他种类都非常丰富。卢先生，不知道你们要不要海兽肉这种食物物资？这种物资每吨能兑换多少贡献点啊？需要的，现在海兽肉能兑换100点贡献点，不知道嘉华小哥要上缴多少食物？我有700吨食物，就先兑换500吨吧，省得吃不完浪费了。没想到嘉华小哥居然会有这么多的食物储备，要不是基地最近人数又上涨了一些，恐怕我们也吃不下这么多食物储备。500吨海兽肉我就帮你记录为5万贡献点。随后虾滑直接交易了500吨海兽肉过去，还被系统收取了100的生存点。之后虾滑用了34000贡献点兑换了一个橙色技能的情报跟40个沙漏，加上在交易收购的沙漏，此刻也有了68个，生存点也剩下了1300点。又打开了游轮升级界面，用了65个沙漏升级，游轮此刻也达到了27级。随后虾滑拿出了兑换的橙色技能情报观看，里面赫然全是官方通过观看其他人的技能分析研究出来的内容。虾滑看完思考了很久，拿出橙色闪现技能卡直接使用，之后一个闪现就到了10米开外的地方。这技能简直是神技啊！现在我即使面对马小婷，我也有信心不依靠任何武器跟道具，轻松嘎了他了。此刻吉娜正在一个房间训练着几个鱼人说汉语。来跟我读：星悟空的星，虾悟净的虾，居八戒的居。虾滑在一旁感到一阵无语，连忙走上去打断了他们。好了，吉娜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是的，主人。你们3个以后再慢慢学，时间差不多了，都跟我出来。之后几人全部走到了甲板上面去。你们3个依次给我展示一下你们各自的能力。美美这时第一个出来展示。主人，我可以用下肢的多条触手攻击，并且可以喷涂粘性较强的墨汁。说完2条触手凌空一抽，像是鞭子抽打的音爆声响。之后美美深呼吸，从口中吐出了粘稠的墨汁打出去。近身能力不错，远程也有控制技能。随后肥仔第二个走了出来，只见他原本1米4的身形突然变得有14米高。主人，你看我身躯大不大？大，肥仔说了神通吧。第3个走出去的是乐乐。主人，我的能力是治愈伤势，主人请看。说完一口就咬在了自己手上，之后又把手放在伤口上，15秒时间过去，伤口完全愈合。行了，你们的技能我都了解了，今天不早了，大家先去吃饭吧。吃完饱饭，虾滑带着周灵瑞2人来到一个房间中，虾滑拿着橙色技能卡递给周灵瑞。什么虾滑？你要把这个橙色技能卡给我吗？你给我了你自己怎么办？要不还是你自己学吧。不用管我，橙色技能我还有一个，这个技能比较适合你，而且每人只能学习一个橙色技能。什么？你还有一张橙色技能卡？对啊，快学了吧，你变强后也是我实力的一部分嘛。随后周灵瑞使用了技能卡，一阵白光融入他的身体内。虾滑，我现在可以使用这个技能看看吗？你脑子坏了吗？变身类橙色技能只有在2级实力的时候使用，告诉你，以后只有生死危机的时候才能使用这个技能，听到没有？哦，知道了。之后几人一直忙到了晚上。第2天提示音响起，昨日升级获得生存点6000，排行榜奖励了10个 DLS 消音器。之后虾滑叫醒了周灵瑞。周灵瑞，我找你有事，游轮顶上那片农田从天灾出来已经荒废好久了，你赶紧去弄一弄。好的，那我们还是种植玉米和番茄吗？虾滑这时把新兰花种子拿了出来。你把它养好了，这玩意以后的用处可不小。包在我身上吧，养一朵花而已，能有多大困难？3天时间过去，系统开始更新。第2次大天灾漩涡秘境倒计时39天23小时59分钟。此次秘境分为4轮，依次开启。系统友情提示：如果40天倒计时到达，载具等级不够，你将会被直接抹杀。本次更新公告到此结束。第1个秘境将于2小时55分后开启。海面这时刮起了一阵较为猛烈的风，千米之外的海面已经形成了一个500米的超大漩涡。虾滑此刻正行驶着游轮靠近漩涡，而隔着漩涡的千米之外还有一个漩涡。看来除了这个漩涡，还有挺多漩涡是可以通往秘境的。说完，游轮跟沙雕向漩涡行驶过去，随后扑通一声，整个游轮沉入了海底。进入海底后，重力发生改变，原来的海底变成了海面，海面变成了海底。浮出海面之后，漩涡已经不见踪影。虾滑，这幽灵船秘境的环境怎么这么阴森啊？慌什么？这还什么都没遇见呢。虾滑，这是幽灵船秘境，那这片海域里不会真的有那种跟电影里一样全是死人的船吧？我好怕啊！瞧你那个德行，我还希望早点碰上他们的，这些可是会掉落沙漏道具的，还会根据该掉的数量来进行排名。然而在虾滑航行了10多分钟后，远处有着一艘200米大小的船往这边行驶，准备攻击。前方200米幽灵船出现了。说完，虾滑直接打了2炮过去，火炮打在船上开始剧烈燃烧，可2秒半钟后火焰就消失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攻击怎么对他完全没有效果？随即虾滑连忙倒退，游轮远离此处。这时幽灵船瞬间出现了几10个人影，头顶上还都标注着等级。原来是一群小卡拉米啊！看你们根本都不用我的优能火炮。这时这群骷髅们已经全部在海里游了过来，虾滑几人全都往着海里释放技能，仅仅一轮攻击就只剩下了一些2级骷髅。众人再次向着海里释放技能，海里的骷髅全都被打成了碎片，可瞬间碎片就又变成了骷髅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打不死吗？卑微的人类想要干了不死不灭的骷髅大军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我要好好欣赏你是如何被我们给撕成碎片的。居然是3级实力的骷髅王，如果真像他说的不死不灭，那后果可能很严重啊！几人再次往海里打出技能攻击，骷髅们再次被打成碎片，可2秒半钟后再次复活了过来。这简直是开挂呀！这还怎么打？等会骷髅上了游轮就糟糕了呀！这时虾滑看见了布鲁克玩味的笑容，顿时直接往那边打了一发炮，布鲁克也被轰成了渣渣。
可是下一秒又变成了一个人影。这不就是开挂吗？怎么玩啊？系统你还管不管啊？卑微的人类，体会到伟大的幽灵王丹尼斯给予我的恐怖力量了吗？战斗吧，逃命吧！我会将你嘎后的灵魂贡献给伟大的丹尼斯大人的。你狂什么呀？你不还是一个副本小怪吗？3级实力而已，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你们。吉娜，你去给我拖住他。说完，虾滑直接就去到了控制室。美美、周林睿，待会只要海里的骷髅不动弹了，你们就给他绑到船上来。随后迟钝声呐直接把海面的骷髅全都控制住了。周林睿和美美一个个绑着他们搬回了船上。卑鄙的人类，用的全是这些无耻的手段。说完，手上凝聚出了一道绿色的火焰，海手一挥火焰打过来，但只打了优能防御罩一层充能而已。吉娜这时往布鲁克打出一道电击，布鲁克瞬间被击飞，海里的骷髅已经全部被绑到了船上。之后虾滑的船直接靠近了幽灵船，虾滑只带着美美上了巨大的帆船。卑鄙的人类，快点放了我的属下，不然等我解决掉这个碍事的臭鱼人，就把你变成跟我们一样的骷髅。美美，等会我和吉娜配合攻击他，我叫你的时候，你就用墨汁给他捆住。是的，主人。随后虾滑直接打了一道锋刃过去，布鲁克抬手一道火焰也抵挡了虾滑的技能，可虾滑这时瞬移到他身边，直接拦腰一斩，布鲁克瞬间变成了2个半。美美就是现在，给我困住他。美美此刻深呼吸，随后一口墨汁吐了过去，布鲁克双手都被粘住了。困住我有什么用？有本事嘎了我啊！就算你嘎了我，我也能依靠伟大的幽灵王丹尼斯的力量重生。我才不嘎你呢！告诉我你说的什么丹尼斯是个什么东西？还有你这个船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攻击它没效果？卑鄙的人类想要打探幽灵船和幽灵王丹尼斯的秘密，你认为我会告诉你吗？既然你不嘎我，那你就这么耗着吧。主人要不让我垫垫他，看他嘴还能不能这么硬？算了吧，别一会把他给弄嘎了，复活又得麻烦。之后虾滑打算着上世界频道打探一下消息。好多的骷髅啊！原来幽灵船上真的有怪物啊！我们这边遇到了阿飘，攻击都打不到他们，只要被他们碰到就会直接嘎掉。我们船长都已经嘎了。这些骷髅不强，但他们会复活，根本嘎不掉。幽灵船上还有一个3级实力的骷髅王，我们要完了。看完世界消息的虾滑一脸无语，这下可要怎么办啊？难道就没办法嘎了这玩意吗？虾滑既然嘎不了他，那就先捆着，我们在船上搜一搜，万一里面有什么线索呢？听到这句话的布鲁克脸色瞬间坚硬，有一丝紧张。看来这船里肯定有什么秘密。周林睿，你和其他人看好这家伙，我和吉娜去搜搜看。该死的人类，你下去也不会找到任何东西的。你刚才不是要嘎我吗？现在不嘎我，待会我脱困了就嘎了你的属下。你这激将法未免也太低级了。你越是不想让我搜，我就偏偏要搜。虾滑不管布鲁克的呼喊，带着吉娜就往船里面走去。两人在船上面翻来覆去的，最终还是虾滑把那物品找到了。丹尼斯之眼，幽灵船怪物的能量根源，只要它不被摧毁，这个幽灵船上的怪物就会永远不嘎不灭。之后虾滑带着丹尼斯之眼回到了布鲁克身边。人类，求你放了我吧！只要你愿意放了我，我愿意回答你的任何疑问。你刚才那股倔强劲呢？那股桀骜不驯的样子呢？拿出来给我看看啊！你再狂一个呀！我不狂了，尊敬的人类先生，我布鲁克多有冒犯。只要你答应放了我，我立刻带着手下离开，并告知你想要知道的事。别跟我这么多废话，先跟我说说这附近除了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幽灵船？还有就是你口中的丹尼斯是什么玩意？尊敬的人类先生，我说完你能答应不嘎我吗？别墨迹，快点说。随后布鲁克还是讲起了这片海域的情况。原来这里有着无数艘幽灵船，里面全是跟他一样的怪物，还有着一群幽灵跟僵尸，每个船上都是依靠着丹尼斯之眼来复活。尊敬的人类先生，我知道的只有这么多了，不知道可以放我离开了吗？你确定全部说完没有一点遗漏了吗？真的，我真的全部都说完了，骗你是小狗。既然都说完了，那我就让吉娜送你上路吧。随后吉娜直接一道电击打了过去。卑鄙狡猾的人类，伟大的幽灵王丹尼斯一定会为我报仇的。没一会布鲁克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战利品。开玩笑，你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副本的怪物而已，不把你留着过年啊。虾滑随后带着战利品回到了游轮上，虾滑拿着布鲁克掉落的沙漏跟自己的沙漏使用，系统提示了一句还有3380个小时，看来需要继续航行，找其他幽灵船提款才行了。随后虾滑查看起了另一件物品，破碎的丹尼斯之眼，收集200颗破碎的丹尼斯之眼以及丹尼斯的血，可以转化成完全体丹尼斯之眼，转化后可以召唤一艘幽灵船为你而战，每日1次1小时。没想到这玩意居然还是个红色品质的道具，可还是和龙珠一样，此刻啥功能都没有，看来还是得找幽灵船提款才行。随后虾滑的游轮继续航行，虾滑回到房间里打开了白银宝箱，沐浴露1000毫升5瓶，有效的驱除你身上的污渍，使你的皮肤光滑而富有弹性。再具家装私人定制一套，为你在具的一个房间量身制作合适的家具以及照明家电。家具家电，我要你这玩意干嘛呀？之后虾滑来到一个空的房间，打开系统界面使用道具，只是一瞬间房间里面就变得豪华无比。家具家电已经生成，目前的家电消耗的能源已经和载具的东西系统相连接，同样消耗优能。之后虾滑看到了自己2个排行榜都显示了基嘎数，你们快看排行榜，已经有人成功嘎掉怪物了。是虾滑大佬，虾滑大佬成功嘎了31个幽灵怪物，他倒地怎么办到的？这些怪物不是能复活吗？我们也不知道办法，虾滑大佬应该也是刚刚才嘎掉的，他还没在聊天里冒泡呢。你们是不是蠢啊？我们都去发消息给虾滑大佬啊，世界聊天他可不一定能看到。这一群人是不是有啥问题？我为啥要把消息跟你们分享啊？
虾滑的游轮航行了一段距离后，远处又有着一艘幽灵船在靠近，虾滑连忙打了个炮过去，可还是没对幽灵船造成伤害。很快2艘船的距离也越来越近。奇怪，怎么这次什么怪物都看不到呢？就在虾滑脸色也面露着好奇之色时，一群半透明的物体撞在了幽能防御罩上。我的娘啊，这难不成就是幽灵吗？黄德克，他们又进不来，看看怎么对付他们吧。之后虾滑查看起了他们头顶的属性，鬼魂王、武钢惠子，等级2，带头的实力才只有2级，剩下的都是些小卡拉米啊。这时武钢惠子一声怪叫，一道实质化巨爪打向虾滑的游轮。这些幽灵全部都是非实体的，怎么才能伤害到他们呢？主人，你说这些幽灵似乎有直接攻击别人灵魂的能力，我想我应该有办法对付。什么办法？快点说来听听。这些幽灵对我的电流没有丝毫抵御的能力，只要我把电流充斥在身边，再躲开那个惠子的攻击没，我想他们根本就无法伤害到我。那吉娜，你去试试，找到丹尼斯之眼后交给我，注意安全。主人请放心，吉娜一定能快速完成你的要求。随后吉娜身上充斥着电流往幽灵船快速而去。你个臭鱼人，想要干什么？随后惠子连忙跟在了吉娜的身后冲去。不一会，幽灵船传来了尖叫声，吉娜带着丹尼斯之眼回到了虾滑游轮上。人类，你为什么会知道幽灵船里有幽灵王丹尼斯的眼球？我不光知道幽灵船有这个，还知道只要毁了它，你们也都会灰飞烟灭。人类，请你将它还给我，我保证马上离开。你们这些怪物，非要等到事情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才开始后悔，现在后悔晚了。随后咔咔一声，众多怪物连同幽灵船一起慢慢消散不见，海里掉落着一个箱子和几个沙漏。解决了骷髅王布鲁克跟幽灵惠子之后，众人又碰见了一艘幽灵船，船上赫然全是绿一色的昆斯。随即一看等级，又是一群小卡拉米，虾滑便安排了3个终极鱼人出手拖延。吉娜便在幽灵船寻找丹尼斯之眼。就在几人大战2个半回合后，吉娜也带着丹尼斯之眼回到了船上。虾滑接过直接跟他 Q， 幽灵船上的昆斯王也在绝望中消亡。随后虾滑继续在秘境航行，途中也遇见了一些幽灵船，可里面都是些小卡拉米。已经收集了10个破碎的丹尼斯之眼了，这大半天才搞到10个，看来这个时间还是很紧张的。此刻的排行榜也有了变化，不少人已经成功嘎了幽灵，想必他们也肯定发现了丹尼斯之眼的特殊。我的天啊，排行榜又出现了新的大佬，他们都成功嘎了幽灵怪物。这下看那个虾滑还嚣张个什么劲？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能嘎掉幽灵。没错没错，我们赶紧去找下这些大佬，他们应该会告诉我们嘎怪物的方法的。我现在就去，其他大佬肯定不会像虾滑一样自私的。这都是群什么人啊？在这个末世里都是以自己为主，还真以为有人会告诉你吗？可这时候卢修培却发来了信息，想用3瓦贡献点买嘎掉幽灵的方法。最后虾滑含着泪收下了。现在贡献点总共46000。半小时后，官方向全部人公布了这个信息，但看到信息是虾滑提供的，众人又开始感谢起了虾滑。然而就这样过了7天，排行榜也多了不少新的名字，虾滑比较熟悉的几人嘎掉的数量都提升了很多。虾滑此刻也有了100个破碎的丹尼斯之眼，可这时手里这颗居然冒出了绿光，随后海面上慢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眼球虚影。嘎了我无数幽灵，不晓得就是你这个人类吗？这道渗透灵魂的声音让大家心中都是一惊。虾滑，这是什么？我感觉被他盯着，浑身都在颤抖，还喘不过气来。难不成这是所谓的幽灵王丹尼斯来了吗？人类吗？回答我，是不是你嘎了我的幽灵部下？随即一道无形的压制力量把众人重重压下。虾滑没有回答，拖着沉重的步伐往火炮走去。随后一发火炮击丹尼斯，火炮从眼球直接穿透了过去。愚蠢的人类，这只是我临时凝聚的虚影分身，你根本攻击不到我，不用白费心思了。原来不是本体过来，而是一个投影，怪不得打不着呢。你不开口，我也是知道是你嘎了我众多属下。这次我来是告诉你，活不久了。虽然我现在形成的分身不能对你怎么样，但只要再等2天，我就能找到你。听到这里，虾滑终于松了口气。你早说呀！既然你都攻击不到我，你还狂个什么劲啊？卑鄙的人类！希望你在见到我的真身的时候，依然能像现在一样自信。那什么小眼珠子，我还真的希望你快点来找到我，让我也能尽快得到你的血液。要嘎我为你属下报仇，你就麻溜点来啊！会如你所愿的。四玩具眼直接打了一道红光冲向虾滑。你不是说不能攻击吗？你这是什么鬼啊？随后红光直接打在了虾滑身上，虾滑却什么事都没有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被打中了吗？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，你收到了幽灵王丹尼斯的诅咒，50%的概率将你的位置透露给幽灵王，2%的概率触发幽灵火苗，方圆2万米的幽灵船都会被你吸引，向你进攻。居然是诅咒，难怪幽灵防御罩也无法阻挡。不过这效果不是100%的，幽灵王靠这个找过来也不一定成功啊。检测到概率状态，触发欧皇天赋，修改概率为100%，诅咒的2种效果已经全部100%触发，持续72小时。此时的虾滑一脸的不可置信，此刻他突然发现这欧皇系统也有漏洞啊。虾滑怎么办？那个大眼珠子说2天的时间就能找到我们，而且看他的实力好像很强，不知道有什么古怪的能力。你也不要过于担心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你赶紧休息一会，说不定一会就有大量幽灵船攻击过来的。大量幽灵船？这几天我们遇到幽灵船的概率不是越来越低了吗？怎么可能还会有大量的幽灵船主动攻击来的？你别管这么多，赶紧休息一会，一会战斗可能会非常的艰难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海面上一艘艘的幽灵船不停地在往虾滑这边行驶。我了个大槽，居然是10艘幽灵船！之后10艘船全部猛烈的撞击在游轮上，直接让幽能防御罩掉了5次充能。吉娜，你先嘎了那艘有3级首领的，我们先搞那些有2级首领的。为了幽灵王丹尼斯大人，嘎了这个人类。
虾华可没有被这气势吓到。我要打10个。之后众人全部都跟怪物扭打了起来，可对面数量众多，虾华打下去也只会浪费技能。之后全部都退回了游轮上。虾华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先将游轮动力开到最大，我们冲出去再说。随后虾华的游轮将其他船全部顶开，快速的向远处的海面冲去。众多幽灵依然不依不饶的追在后面攻击。沙雕摆脱他们。随后沙雕沉入海架，之后一个加速冲到了空中，落下来的海浪把怪物给冲走。空中的幽灵也被吉娜一个电击控制住，虾华的帆船也逐渐远离了众多幽灵船。虾华集齐了第100个碎片，可碎片发出绿光，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眼球，眼球直接打出一道诅咒给虾华，凭着欧皇系统效果的概率全部改为100%。随后便有10艘幽灵船攻向虾华，但虾华靠着游轮动力直接撞了出去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绕大圈航行，慢慢让后面的幽灵追上来，有些幽灵速度慢，我们逐个击破。你也太厉害了，虾华，这方法都给你想到。以前打游戏的时候，我经常用这个放风筝打法，现在派上用场了。果然不出所言，很快一艘幽灵船就追上了虾华的游轮。吉娜，你主要负责搜索丹尼斯之眼，那个3级幽灵我用火炮牵制他。吉娜随后往幽灵船方向冲去，虾华也往3级幽灵的方向发炮，之后便只剩一些低级的追着吉娜。可2分半钟后，幽灵船传出一阵惨叫，随即幽灵船跟众多幽灵群都消失了。不一会，吉娜就拿着碎片和白银宝箱回来了。我们继续航行，就用这个风筝打法，把他们嘎得干净。之后1个小时里，后面的幽灵船都是排着队一个个送，10艘幽灵船掉落了一些宝箱跟16个沙漏。使用沙漏之后，提示升到29级，还剩3个小时。不知道下个大等级会升级成什么呢？战舰还是航空母舰呢？随后虾华打开了掉落的宝箱，开出了一个菠菜种子，还有一个高强度连体作战紧身服。这衣服穿在周灵瑞身上也是玲珑有致。时间过去了大半天，虾华一直不停的在嘎幽，身上的幽能晶石也消耗的剩下20个了。之后虾华打开聊天联系了卢修培。卢先生打扰了，内部的兑换平台里幽能晶石和沙漏有多少？我想兑换一点。幽灵晶石的数量有1000多颗，沙漏大概有30个，你想换多少？卢先生，30个沙漏我全要了，再给我换220个幽能晶石。很快交易成功，东西也到了虾华的手上。卢修培这时询问道：冒昧的再问一句，你今天为什么能遇到这么多幽灵船？世界排行榜上你的嘎怪数量已经领先马小婷2-3倍了。虾华对此没有隐瞒，反正要嘎到101个幽灵船才会激发出丹尼斯的分身。很快游轮已经升到了29级，提示升级时间需要6500小时。虾华查看了仓库剩下的81个沙漏，直接就拿出了65个使用。升到30级后，系统发出了世界公告，虾华是第一个将载具升级到30级的玩家，奖励了一个随机红色道具。红色品质的舰载导弹，以幽能未能原铁块为载体，形成一个可以远距离攻击的导弹，足以对4级及以下实力的生物以及30级及以下等级的载具造成毁灭性的打击。费心费力这么久，回报总算对得起我得付出了。不过现在用不了，还是看看4级商城有什么东西吧。然而还没等虾华查看，马小婷确实发来了信息：虾华，快说，30载具奖励的红色道具是什么东西？不就是个红色道具吗？看给你急的，简简单单一个舰载导弹而已。看到这个消息后，马小婷此刻陷入了一段沉默。虾华，只要你把这个武器给我，我可以付出我的全部。你还是别开玩笑了，这个武器需要31级载具才能使用，所以我用最合适，你就别想了。小气鬼，那你4级商城应该开启了吧？等幽灵船秘境结束了，你把商城里的一些东西卖给我一些。没问题，下个愚人岛秘境是区域秘境，我们肯定能见面，到时候再说。随后虾华赶紧打开了商城，里面原本有的消耗类商品都升了一个等级，另外的商品有紫色品质的弹力鱼叉、橙色品质的载具雷达、一张战舰的升级图纸跟一个海上钢铁堡垒的升级图纸。这2张图纸升级的方向让虾华顿时有些无法决定。随后虾华查看了自己的生存点，怎么才5万多生存点？看来今天想要购买图纸还是有点难度。这时虾华看向了自己仓库中存留的低品质宝箱，加起来总共190个。心一横把宝箱全部打开，然后虾华把东西全部过了一遍，再发了条消息给卢修培。卢先生，我这里有一批很杂的物资，我急缺一些生存点，从商城中购买东西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用生存点收购？虾华小哥说笑了，既然你想卖东西，我自然会以市场价格用生存点收购。之后虾华把自己要卖的东西一股脑发了过去。不是吧，虾华小哥，你这是卖杂货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。没办法，我现在也是砸锅卖铁凑钱，一些用不上的我都卖，价格低一些我也能接受。你这些东西我可以按市场价收购，你只需要4级商城中出售的商品属性发送一份给我就行了，就当是平等交易了。虾华答应下来后，卢修培豪爽的给了虾华3万的生存点。此刻虾华的生存点总共是86148。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战舰还是堡垒了。要是周灵瑞的木筏之星还在就好了，那我就可以发展2种载具了。但虾华最终还是买下了战舰升级图纸，使用之后已经开放了下个等级战舰的升级权限。虾华连忙选择升级，材料扣除成功，载具升级中，所需时间7000小时。随后虾华用剩下的生存点买了一瓶3级强化剂，一个载具雷达。虾华迫不及待地喝下了强化剂，一股强大的能量冲进虾华身体，虾华的衣服都被冲烂了。此刻的虾华也是达到了3级的实力，不料正有一艘倒霉幽灵船追赶了过来。2级实力的小卡拉米，就让你来试试我此刻的战斗力。
15个小时过去了，虾滑得到了一堆宝箱以及破碎的丹尼斯之眼315个。随后虾滑使用38个沙漏，游轮剩余升级时间还剩190小时。虾滑再次把得到的宝箱全部打开，把不用的东西以2万生存点交易给了卢修培。虾滑农田的新兰花也终于成熟，5朵新兰花全部收进了仓库。紫色品质的新兰花服下之后能增强体质以及技能的效果，但新兰花也有一定的副作用，有10%概率触发狂躁，使你失去理智1分钟。可惜了，好好的一个增强体质的东西，到我手里就100%副作用，看来万不得已自己还是不能使用。时间又过去了2个半小时，虾滑又得到了几个宝箱跟12个沙漏。使用2个沙漏后，游轮达到了31级，游轮的模样也瞬间变成了战舰。虾滑继续升级载具，剩余时间7500小时之后，将奖励的舰载导弹安装在了战舰上，又把载具雷达装在了控制室。雷达跟舰载导弹安装完成，每次消耗40油能跟1000体块，攻击需要1分钟的时间凝聚，需要配合雷达定位才能发射，伤害半径500米。这时虾滑打开商城购买了10张1级强化卷轴，将导弹跟雷达都各升级了5次，雷达的范围从3万米变成了6万米，导弹此刻的范围居然也达到了6万米。所有人听着，赶紧把自己的状态休息好，等会我们就得迎战最终 BOSS 了。众人听完直接倒头就睡，时间就这样一点点过去。虾滑在控制室打开了雷达探索，方圆60公里出现了大约30个小红点，而中间那里还有个比较大的红点，正是幽灵王丹尼斯跟众多幽灵船。虾滑直接拍下导弹的控制按钮，系统弹了一通提示出来，现在导弹的发射炮筒已经开始凝聚炮弹，导弹在一股强大的推力瞬间飞了出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导弹直接命中了丹尼斯旁边的雷达上，除了分散在周围的红点之外，巨大的那个红点已经消失。虾滑这个幽灵王是到了吗？我们是不是收集一下他的血就大功告成了？应该嘎了吧，我也不敢确定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去收集他的血啊！你不是说就差那个合成红色品质道具吗？等等，雷达好像有动静。虾滑看向雷达，一群密密麻麻的红点正在往这边快速而来。难不成幽灵王丹尼斯没嘎，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碎裂了无数块？虾滑再次拍下按钮，又一个导弹发射而出，可丹尼斯早有准备，他凝聚身体后已经跑到了1000米之外，导弹落在水里打你的紧。很快丹尼斯就来到了众人的附近。幽灵王丹尼斯补给实力，技能是恐惧光线、幽灵诅咒、眼球分身。虾滑这时二话不说打出幽能火炮。卑鄙的人类，你要是继续发射刚才的攻击，说不定我还会躲避。就这个火球也想伤害我吗？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攻击。随后丹尼斯身上打出了去无数条红色光线，光线跟火球擦肩而过，光线被虾滑的防御罩隔挡了，但沙雕却是被光线击中。沙雕突然瞪大眼珠子，疯狂在挣扎。沙雕你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？你的宠物被特殊攻击命中，被恐惧情绪影响，开始失控10秒，生命值下降30%。与此同时，火炮也击中丹尼斯，4秒钟他的生命值已经下降了4%。不可能，你这小小的火球居然也有扣除生命值的效果吗？虾滑直接打出一个火炮，丹尼斯此刻开始躲避，但火球依然是跟随着他。不可能啊！这种攻击还能有自主意识吗？虾滑又补了一发火炮过去。我还以为5级怪物有多难对付呢，怎么5级怪也这么怂啊？可这时丹尼斯突然停住，身体瞬间变成了无数的眼球，火球命中了丹尼斯的分身。什么？还能这么操作的吗？随后虾滑一直都在发射火炮，可分身太多根本打不完。这时丹尼斯又变成了本体，无数个恐惧光线瞬间打了过来。这次的沙雕躲在了战舰的底下，光线打在防御罩被抵消了。虾滑这时又打出一发火炮。人类不得不说你的手段非常诡异和致命，但是知道了你攻击的手段，你以为我还会被你击中吗？瞬间丹尼斯又化成无数眼球抵挡火炮的攻击，之后又化为本体发射恐惧光线，防御罩再次损失了8次充能。人类，等到你外面这层罩子消失了，我便让你尝尝恐惧的真正滋味。此刻的虾滑紧紧地捏着拳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无奈。之后虾滑开始行使者战舰奋力逃离。人类这就开始逃跑了吗？拿出你之前的狂棒来啊！你是傻子吗？打不过就跑，这不是正常操作吗？于是现在的海面上一个战舰疯狂地在逃跑，身后有个巨大的眼球在追击。虾滑这丹尼斯太猥琐了，每次都用分身躲避火炮的攻击。我现在有个方法应该能打了他，他每次分身合体都是往一个点聚集的，如果在他开始凝聚主体的时候攻击他中心点，是不是就能重创他的本体了？系统提示今日生存点已更新，虾滑连忙在商场中购买了5张2级强化卷轴，将一个强化5的手雷直接强化到了10。周林瑞，等会我要离开这里，你给我操控火炮攻击。行啊，但是我没用过这玩意啊。没关系，现在丹尼斯已经是投鼠忌器，你随便朝他开他都会分身，我要的就是他分身。随后虾滑拿出隐形药水喝了下去，之后虾滑便偷偷潜入了海里。周林瑞这时也打发好，丹尼斯也使用了分身技能。就在丹尼斯要合体的时候，虾滑一个闪现就把2个+5跟一个+10的手雷丢了过去。可这时候丹尼斯即将合体成功，虾滑连忙吃下一株新兰花，一个闪现就到了20米开外，触发了狂暴副作用的虾滑一直疯狂的攻击着丹尼斯。随后3颗手雷爆炸在丹尼斯体内爆炸，丹尼斯身体涌出一股火焰，虾滑也被这股冲击力打飞了出。虾滑，你怎么了？虾滑，周林瑞，我没事，怎么样？丹尼斯嘎了吗？主人，丹尼斯已经被炸成了无数碎块，应该是嘎了。这时虾滑感觉手上握着一个东西，打开一看，居然是丹尼斯的血液。美美这时也抱着一个闪闪发亮的宝箱回到战舰上。铂金宝箱，99%概率开出大量稀有货材料，1%概率开出红色品质的道具。
随后虾滑把宝箱偷偷的抱进了房间，把丹尼斯掉落的20个沙漏全部使用，然后虾滑打开宝箱，可提示需要1个小时才能开启。趁着这时候，虾滑把丹尼斯之眼合成了红色品质的丹尼斯之眼，召唤一艘200米长的幽灵船，听从你的命令，随机召唤4级幽灵种类首领1个，40个1到2级的幽灵手下。了解完丹尼斯之眼后，宝箱这时也打开了，一堆幽能晶石和一张红色的卡牌呈现了出来。红色品质的分身技能，使用后可以召唤3个分身，分身有着本体一样的能力，存在10分钟，本体意外嘎了可以通过分身复活，下次召唤分身减少1个。这简直是神卡呀！本体嘎了还能靠着分身复活，可惜了只能等到4级才能使用。随后虾滑把之前战斗借来的幽能晶石都还给了卢修培和马小婷。虾滑，你这小子问我借那么多幽能晶石，是不是碰上了什么麻烦？现在又还回来了，是不是麻烦解决了？解决了，幽灵王丹尼斯被我嘎了。那你现在是不是得到了丹尼斯血了？你合成丹尼斯之眼没？快给我看看。行，你别激动就行。说完，虾滑便把丹尼斯之眼的说明发了过去。然而看到说明的马小婷此刻也愣在了原地。之后，虾滑走到了战舰外面，使用丹尼斯之眼，随后一张幽灵船就这么被召唤出来了。主人快说，要嘎水，我等不及了。虾滑瞪大眼睛看着他，感觉这玩意的智商不是那么高。你带着你的这些小弟互相嘎着玩吧。刹那间，幽灵船上面便开始了内斗模式。1个小时后，幽灵消失了。虽然召唤这些幽灵智力不高，但是实力还是相当不错的。现在也没有幽灵威胁了，休息几天迎接下一个秘境才行。之后的虾滑便回到了自己的卧室躺下。几天时间很快就过去，系统发出了公告，愚人岛秘境同步开启，请大家自己选择进入。虾滑第一时间就朝着漩涡行驶而去，一眨眼时间，虾滑就进入了愚人岛秘境。愚人岛秘境，希望除了宝箱和沙漏，再给我来一些可以让愚人升级的珊瑚晶吧。虾滑，我们真的进入愚人岛秘境了吗？愚人呢？不会系统出错，我们还在原来的海域吧？我们的确是进入了秘境，但是愚人肯定是存在的，只不过在什么地方还需要慢慢探查。虾滑也是打开了世界频道探查消息。这就是愚人岛秘境吗？风平浪静的，系统这是让我们来度假吗？我都选择马上进来了，就是要嘎愚人呐，怎么啥都没有啊？这叫什么事啊？本来还想着快人一步呢，现在大家一起歇着吧，等个10天我们进入深海龙宫秘境算了。原始海域不敢进来的那些人，这里的啥也没有，风景还很好，赶紧进来瞧瞧啊！还有这事，我进去瞧瞧，反正换个地方也能睡觉。看完消息的虾滑也是摸不清头脑。今天的生存点刷新后，总共有41532生存点。随后虾滑买了10瓶蓝药水，5张2级卷轴，1瓶强化药剂，5张卷轴把载具雷达强化到了+10。周林睿把强化药剂喝下后，什么反应都没发生。10%的成功率实在是太低了。周林睿喝完居然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只能等以后生存点富裕了，再让周林睿试试了。5个小时很快过去，一艘巨大的游轮正向着虾滑这边行驶而来，船上一群人正是马小婷他们。虾滑终于找到你们了，你帮我从商场买2瓶强化药剂。没问题，但是这药剂只有10%的成功率，失败了你们可别怨我呀。很快马小婷就带着2瓶强化药剂开心的走向船舱，可1个小时后，游轮上爆发出一声哀嚎。虾滑，你是不是给我们卖假药了？我可提前告诉你们成功率了，可怪不得我。第2轮愚人岛秘境终于开启，载具雷达有一个红点显示了出来，远处慢慢浮出一座4平方千米的岛屿。随后大约300个2级实力左右的鱼人向着虾滑方向冲过来。马小婷船上这时打出一发眩晕鱼雷，海面上的鱼人全部都躺在了水面上。之后众人便下海嘎起了鱼人。虾滑还抓了2个鱼人询问着愚人岛秘境的消息。原来这个秘境里有着无数的鱼人岛，他们都是被鱼人一族的5级实力王者所命令，而鱼人王便会在第10天亲自降临和人类大战。马小婷情报你也知道了，哪个小岛上只有一个3级实力的鱼人，到时候战利品我们怎么分配啊？虾滑老弟，你都发育这么好了，这小 boss 的战利品就给我呗。这可不行，我们虽然关系好，但毕竟都有载具，都要发展不是？那这样，我们谁先嘎的那个鱼人统领掉落就归谁，行不行？好，一言为定。随后马小婷立马吩咐手下全速前进，通往鱼人岛。虾滑慢慢悠悠地走进了控制室，一把按下了箭导弹的发射按钮，随即一发导弹划出一个完美的抛物线落在。虾滑，你汤姆的耍赖！你可没说过我不能用导弹。之后虾滑几人便登上岛屿收拾战利品，远处还有着一个大的石头箱子。这难不成是鱼人宝藏箱子吗？岂不是又能得到珊瑚晶提升鱼人实力了？虾滑迫不及待地打开箱子，可这次里面是大量的木材。虾滑立马露出了嫌弃的表情。马小婷，这些木材你要不要？这些木材我要了干嘛？你要真想给我，不如把刚刚那个白银宝箱给我。得，当我没说。之后虾滑回到了战舰的控制室，打开雷达后附近刷新了几个红点，随后虾滑行驶着战舰往下一个岛屿而去。虾滑，下一个鱼人岛你不能用导弹，我们靠技能解决 BOSS。行，一言为定。虾滑几人再次等上了另一个岛屿，可吉娜有着飞行的能力，带着虾滑超过了马小婷。虾滑，你当真是一点汤都不给我喝啊？回头让你吃老娘一斧头！没一会，虾滑就抱着3级鱼人的战利品找到了一个鱼人宝藏，可宝箱打开后是1万个植物纤维。又是这种低级材料，难不成以后会提高升级材料的数量吗？这时虾滑打开商场查看起了堡垒图纸，原来堡垒的发展方向是面积和防御，现在这么多升级材料肯定是为了给堡垒再去做铺垫。以后这些低级材料可都是值钱的玩意啊！等着虾滑带着吉娜回到战舰上的时候，马小婷投来了一股幽怨的眼神。虾滑，我要离你远点了，跟着你我真是一点汤都喝不到了。要不我让你一个白银宝箱，
弥补一下你们的损失。姐姐，我才不要你的嗟来之食！现在开始，我们保持200公里的距离，大家分头行动处理鱼人，即使对方有困难了，也能及时赶过来帮忙。那就这么定了。但遇见4级实力的鱼人，你们不要撸吗？最好叫上我一起过去，别离我们太远了。随后，马小婷他们行驶着游轮远离了虾华，虾华也继续开始了航行。中途，虾华也登上了几个鱼人岛，开的鱼人宝藏都是一些低级材料。战舰此刻也成功升到了32级，下一个等级需要8000小时。虾华打开了排行榜查看了起来，排行前面的都是一些熟悉的名字。这个范坚强杀怪数量不少啊，都快要赶上我的进度了。这个人肯定不简单。说完，虾华把得到的5个白银宝箱全部打开，只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紫色道具，紫色品质的海蜘蛛之爪。这个卡牌倒是可以给周林睿学习，可惜每个人只能学习一个紫色品质的技能，还是往外面出售吧。虾华随后就把所有东西以2万贡献打包卖给了卢修培，随后躺在床上找周公妹妹聊天去了。第二天，虾华用刷新的生存点买了2瓶强化药剂。虾华，我不想喝这个了，这玩意又贵，概率又低。没事，你就把它当饮料喝就行。说完，虾华直接就给周林睿灌了下去。检测到使用概率道具，触发欧皇系统修改概率100%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没有使用什么道具啊，难不成是我们负距离接触触发的吗？虾华太好了，这次终于成功了，我太幸运了。之后，周林睿把自己的人物属性发送给了虾华观看。现在周林睿的实力和虾华、吉娜沙雕都属于同一个层次了。时间又过去了好几天，马小婷发来了一条信息：虾华，快往东南方向行驶，我地图显示那里有个大型鱼人岛。第4天了，终于能遇到鱼人将军了吗？随后，虾华连忙驾驶战舰往马小婷那边汇合。1个小时后，马小婷已经登上岛屿了，还发了条信息给虾华：刚刚我用夜视仪发现了一伙人从另一边登上岛屿了，我就不等你了，我先上岛看看什么情况。那你注意安全，大型鱼人岛的小怪数量很多，你们不要太过深入岛屿。那个4级实力的鱼人将军，你要等我来。我知道了，待会你也把战舰停靠在我现在的位置，我在游轮上安排了部下留守。没办法，虾华现在离岛屿还得行驶2小时，可意外还是来临。马小婷他们此刻被一群人包围了起来。虾华，我们现在被一伙人类包围了，领头的是排行第4的朱有德，我们2级强化者没他们多，对付起来肯定不是对手。坚持住，我们马上就来。岛上的2拨人大战一触即发，朱有德举起手中的弓弩打了一箭，马小婷也是匆忙举起斧头格挡箭矢。不错嘛，居然能挡住我紫色品质的进入射击，看样子你手中的斧子也不是一般的东西啊。朱有德的下属这时都往马小婷扔东西跟技能，朱有德也瞄准马小婷的额头射了一箭，马小婷立即举起2把斧子交叉挡在了面前，可还是被火球弹飞了2米半的距离。小婷，你没事吧？你不要管我，你赶紧治疗船员们。马小婷妹妹好伟大啊，自己都要小命不保了，还替这些手下着想，那我就先解决了你。一时间，石头火球箭矢不停地朝着马小婷飞射而来，马小婷只能不断飞舞着斧头挡住这些攻击，可最后还是被好多箭穿透身体。我这个加州的准头的劲弩怎么样啊？是不是特别的准啊？虾华这时候也驾驶着战舰到了马小婷的游轮旁边，吉娜先带着虾华2人向岛屿内飞去，3个终极鱼人只能徒步前往。等到虾华3人赶到的时候，马小婷他们已经浑身是伤。周林睿，你不是一直想变身试试吗？今天你就直接变身，然后给我敞开的嘎他们。随后，周林睿使用技能变成了一条10米长的巨蛇。吉娜等会那边的所有男人，除了朱有德，其他人一个都不留。随后几人快速的从空中降落。虾华特喵终于来了，我都快要被人给嘎了，快给我报仇！原来是虾华大佬啊，怎么带着2条大蛇就想对付我们200多人嘛？他身上的伤是你弄的吗？怎么样，虾华大佬这是要跟马小婷他们报仇吗？你厉害的只不过是你的带锯而已，在这里我们200人可不怕你。你们2个别等了，给我嘎了他们！大战一触即发，周林睿跟吉娜2人跟朱有德的手下打了起来，就剩下朱有德2人跟虾华在原地没动。虾华，你的2条大蛇很厉害啊，但他们现在都被我的属下牵制住了，只要我2嘎了你，一切也都结束了。废话那么多干嘛？要嘎我就快一点。被激怒的2人疯狂地朝着虾华攻击，可虾华扭扭身体就能躲过了他们的攻击。之后虾华一个瞬移就嘎了那个2级强化者。吉娜他们此刻也打了朱有德所有的手下。你别过来，我还有同伴呢，他们马上就要来了，等他们来了你可就完了。虾华也不搭理他，提起他就走到了马小婷旁边。别嘎我，我真的还有伙伴，你嘎了我肯定会被报复的。虾华，这货你直接嘎掉不完了吗？非要弄过来恶心我干嘛？这货好像还有同伙，而且以我2个名气，我不相信他敢无缘无故的招惹我们。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的。行吧，你问问看，这货射的箭矢真是又准又疼。说说吧，为什么攻击马小婷？别找什么奇怪的借口，不然我就直接嘎了你。然而朱有德不知道在想什么，迟迟不肯开口。你说不说？不说，我现在就剁掉你1条腿。别啊，我说还不行吗？但我有一个条件。说说看，什么条件？我知道这次我跟你们肯定结仇了，但这真的不是我的意思。如果我把全部说出来，你们是不是能够放了我？放了你肯定不行的，只要你把你知道的告诉我，我跟你玩个游戏，给你个逃生的机会。什么游戏啊？这个游戏就是我允许你跑10分钟，然后我用这把劲弩打你，不管打不打得到你，我都不会追你。好，以你的名声应该不会骗我。随后朱有德开始慢慢讲述他攻击马小婷的真正原因，原来是排行第2的范坚强指使他攻击的马小婷。你说的我很满意，现在你可以跑了。朱有德一刻不敢停留的起来就往岛屿的边缘跑去，可10秒后虾华直接抬起弩射了一箭过去，100%命中触发，箭矢正中朱有德的后脑勺。
虾滑，你咋办到的？到底是你厉害，还是这把武器厉害啊？当然是武器厉害了，这武器送你了。打扫完战场，我们就深入愚人岛吧。随后众人便开始收起了地上的全部战利品。收拾完东西，周灵瑞走了过来。虾滑，这些是你之前让我种植的菠菜，这次只收获了10个，你看看属性。随后虾滑查看起了菠菜的属性，居然能恢复大量的体力。虾滑，这好东西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啊？要不是周灵瑞拿给我，我也快忘了这东西。可惜只有10克，我就带着王若曦和4个2级船员吧，剩下的还给你。恢复完体力的马小婷众人跟着虾滑往岛屿深处走去。虾滑，你说为什么这个岛屿上的那些鱼人小怪去哪了？为什么没有像上一个小型岛一样冲出来攻击我们？估计是这大型鱼人岛的面积大，那些鱼人都分散在各地，一波一波的来攻击的吧。你说的有点道理，希望能尽量能避开那些鱼人小怪。希望吧，毕竟这些小怪也没有掉落，我们能嘎掉鱼人将军再安全离开是最好的情况了。可别还没遇到鱼人将军，我们就被鱼人大军给包围了，那样可就麻烦了。就在这时，虾滑的雷达探测器发出警报，200米范围内出现了无数的红点。周灵瑞，你是属乌鸦的吗？说什么来什么，所有人准备战斗了，我们被鱼人大军包围了。众人连忙建立起防御圈，虾滑则是进了商城买了25瓶2级蓝药水。随后无数个鱼人从四方冲了出来，妮娜直接一个大招打去，直接就打了20个低级鱼人。众人也在奋力着打出技能攻击鱼人，低级鱼人也是一点点被消灭。这时虾滑注意到了天空有一个巨大的泡泡，虾滑打了一道风刃上去都打不过这个泡泡。随后天空之上陆续出现了更多的泡泡。人类，欢迎你们光临我的领地。虾滑抬头张望了半天，并没有发现声音在哪里传来的。不用找了，既然你们已经踏进我给你们准备好的圈套中，等会把你们抓住，你们会看见我的。吉娜、周灵瑞跟我一起打破这些泡泡。3人同时放出技能打向泡泡，可泡泡还是毫发无伤。愚蠢的人类，这个泡泡可是我的专属技能粉色之玉，只要你们没有达到4级，想要击碎这个泡泡想都不用想。虾滑，现在跑又跑不掉，上面还有泡泡落下来，现在怎么办啊？虾滑这时取出丹尼斯之眼握着，本来还想留着等见到鱼人将军时候用的，现在看来不用都要小命不保了。随后前面一手巨大的幽灵船被直接召唤了出来，这次召唤的是一个4级的昆斯王。主人快说，我们要嘎谁？快下来，把那些攻击我的鱼人给我弄嘎。昆斯们没有停顿，瞬间就冲向鱼人群扭打了起来。我们赶紧离开这里，等会天上的泡泡就要碰到我们了。几人反应过来之后也向着外面跑去。人类不知道你们哪里弄来的4级怪物，但是你们嘎了我这么多手下，想逃是绝无可能的。10万粉色之玉。瞬间天空上出现了无数个泡泡，泡泡开始逐渐缩小，朝着虾滑等人降落。昆斯王给我咬破这些泡泡。昆斯王直接冲着一个泡泡咬了过去，泡泡瞬间破裂消失。3秒才咬掉一个，这周围可能有着10万个泡泡，根本弄不完啊！不一会，众多泡泡都挤了过来，虾滑众人都被泡泡吸了进去。泡泡此刻慢慢离开地面，向天上飞去，应该是鱼人将军控制的手段。很快，虾滑就被泡泡带到了一个山洞的墙上挂了起来。下面的胖子，你就是鱼人将军吗？人类不要试图激怒我，你们就老实待着，等时间一到，你们就跟我一起沉入深海，我会把你们交给鱼人王的。随后，鱼人将军又继续吹起了他的泡泡捕捉人类。虾滑这时也拿出鱼人图鉴看了起来，原来这个岛屿就是他的外壳，还被限制了自己的自由，除了制作泡泡，没有任何攻击和防御力。小婷，你看这里海水有很多，你的海洋之力能不能触发？是啊，我怎么没注意？我变身试试看能不能砍破。马小婷瞬间变身肌肉女，一斧头就指向泡泡，可泡泡就抖了那么一下子。人类，我都说了，你不用白费力气了，就算你砍破了泡泡，我也能瞬间吐出更多的泡泡困住你。马小婷，现在以你2级的实力，怕是弄不破泡泡了，看来得让你升到3级实力才行。升级到3级，这有点悬吧？我这里有2万生存点，你那里有多少？我这里有4万生存点，可以买6瓶，你先喝着，不行我们再想办法。之后马小婷连续喝了4瓶药剂都没有成功。马小婷，如果我说有一个办法能让你提高升级概率，你要不要用？我特喵的，你有这个办法你不早说。但是首先你不要误会我呀，我不是要占你便宜，就是我2零距离接触才能提高概率，比如我用嘴喂你喝下药剂。上次我说要跟了你，你还不愿意，现在又用这个办法骗我，反正失败了大家都要嘎了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随后马小婷闭上眼睛等着虾滑行动，虾滑也是喝下药剂，然后给这马小婷付了下去。检测到使用概率道具，触发欧皇天赋，修改概率100%。虾滑成功了，我们真的成功了。虾滑递了一瓶隐身药水给马小婷，接下来我们按计划行事，击破泡泡后立马喝下药水。随后马小婷喝下药水，然后直接一斧头就泡泡瞬间破裂，虾滑2人也消失了。人类，你们躲哪里去了？给我滚出来！就算你们能隐身，我也能找出你们。就在鱼人将军说完，虾滑此刻也瞬移到了他的身后，随即一道技能打出，鱼人将军就这样被打败了，被他制造出来的泡泡也全部消失了。马小婷此刻抱着黄金宝箱笑嘻嘻的，终于又见到黄金宝箱了。小婷，你说说我们怎么分战利品？咱俩都亲过了，还计较这些干嘛？你说了算。真的我说了算吗？好歹我也出力了，你多少给一点就行。这个黄金宝箱你就开了吧。对了，这个鱼人岛的鱼人宝藏在哪？行，那个黄金宝箱我先收着，我们回到载具上再开。
随后众人在附近寻找起了鱼人宝藏。虾滑很快找到了一个洞口，里面对记着满满的一堆物品，还有着一个红色液体，跟之前吉娜使用的珊瑚晶道具非常相似。橙色品质的珊瑚晶，鱼人一族增强实力的圣物。小婷，我们先把东西带回去。现在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再慢慢分配。不过那个红色液体的小瓶子我要留着，它可以提高鱼人的等级，对我用途很大。马小婷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。随后众人便往洞口外面走去。刚走到门口，就看见了门外有着一大群拿着武器的人类。船长他们只有10几个人，我们要不要把他们给抢了？听到手下的提示，男人点了点头。前面的几个，你们也是被鱼人将军的泡泡抓过来的吗？里面的鱼人将军你们见到没有？这位兄弟，我们也是被气泡抓过来的，然后这气泡现在突然消失，我们就在这里了，能不能请兄弟们让一下我们出去？出去是不可能的，等会女的跟我们走，并且让同伴把仓库里的东西都放地下。就你们这些小卡拉米还想打劫我们？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我们是谁！领头的这时才仔细看起了虾滑两人，表情瞬间变得惊恐。两位大佬，你看看这是闹的，简直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！既然你们刚才要抢劫我，这梁子算是结下了，说说吧，打算怎么收场？虾滑大佬饶命啊！之前是我们不对，只要放了我们，你说咋办就咋办。虾滑也不想浪费口舌，思考了一下，你们想打劫在先的，所以你们每人交100生存点给我，100人总共1万生存点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虾滑大佬，你的要求真是不高，但是我们口袋比脸还干净，就算到了明天生存点刷新，我们也拿不出来了。怎么，真当我是吃斋念佛的吗？拿不出生存点就拿命来？一听这话，男人吓得脸色都惨白了。虾滑大佬别啊，我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，你可别嘎我们。那你说说看，要是不让我满意，你们以后就留在这吧。我们刚来这个岛的时候，在海边得到了一个24级的游轮，如果你不嫌弃这个游轮，你尽管拿去。虽然不是自己的，没有权限，但是游轮之心还是值点钱的。虾滑此刻也是有了兴趣，没想到他们居然找到了朱有德的游轮。你们前面带路，如果我得到了那个游轮，也不会为难你们。之后，一群人便浩浩荡荡地向着岛屿边缘走去。海面上果然有着一艘巨大的游轮停靠着。虾滑大佬，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游轮，上面的人都是我的小弟。不错，看来你真的没有说谎。之后，虾滑便去到了驾驶室里面，随后驾驶着游轮往岸上行驶去。赵石头此刻疑惑地问道：“虾滑大佬，这是干什么？好好的游轮，你干嘛让他搁浅啊？”虾滑没回答石头的话，转头说道：“肥仔，你给我把这个游轮给摧毁了。”收到命令的肥仔瞬间变成10倍的体型，然后开始猛地向游轮撞去。不一会功夫，游轮就被撞成碎片了，地上只剩下了游轮掉落的螺旋桨和游轮之心。赵石头看见此状，连忙踢了小弟一脚：“让你给我出的馊主意，就虾滑大佬的鱼人就够我们喝一壶了，还让我抢劫他们，以后招子给我放亮一点。”此刻马小婷手下已经将游轮跟虾滑的战舰行驶了过来，随后众人便都回到了自己的载具上。游轮我已经得到了，现在不和你们计较了，你们走吧。然而赵石头此刻犹犹豫豫的，终于说了一句话：“虾滑大佬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虾滑大佬要不要让我加入你们的队伍啊？虽然我们的实力可能差了点，但是对付鱼人岛上的鱼人大军也有点用处。”不必了，我应付得过来。那虾滑大佬，我们家个好友呗，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，以后有需要尽管找我。虾滑此刻脸色已经带着些许愤怒：“怎么，你赖着不走，是想让我送你一程吗？”赵石头脸色瞬间僵硬了一下：“这就走，这就走，虾滑大佬有需要尽管联系我，随叫随到。”赵石头这才带着一帮手下快速离开。虾滑，我先去眯一会，黄金宝箱开出来，记得叫我一声。之后的虾滑打开仓库，点击使用螺旋桨，又使用了点沙漏升级战舰。此刻战舰已经达到了33级，属性也再次变换。虾滑看了一眼现在拥有的生存点，一口气就买了5张2级强化卷轴，将优能防御罩强化到+10。然后虾滑查看起了世界频道，在世界频道并没有关于大型鱼人岛的情报，几乎全是玩家的吐槽。此时卢修培发来一条信息：“虾滑，我听马小婷说你们昨天登上了大型鱼人岛，还嘎了4级的鱼人将军，能不能详细跟我说说？”可以，等会我整理一下，把情报发你。谢谢了，虾滑，你的情报对我很有帮助。官方昨天分布在各大区域的成员也有不少登上了大型岛屿，我将这些情报告诉你，就当是交换了。随后卢修培就把情报告诉了虾滑，接下来的6天里，大型鱼人岛将会隔天出现一次。随后虾滑将手里的黄金宝箱打开，紫色品质的寄居蟹泡泡糖，将泡泡放嘴里咀嚼1分钟，可以吹出一个直径3米的泡泡，可以根据意念控制飞行至物体附近，将其包裹进去，泡泡存在时间为10分钟。橙色品质的橡胶肢体技能卡，使你的身体拥有和橡胶一样的韧性，同时你的身体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伸展。这技能感觉就是为马小婷量身定做的呀，这要是给马小婷学习了，肯定是威力倍增。随后虾滑便把这个属性的信息发给了马小婷，没一会马小婷就急忙找到了虾滑。
虾滑，我要这个技能，我想要。既然发给你看了，就肯定是愿意给你的，猴急什么呀？除了这个，我再那些金属材料给你吧。虾滑，没想到你真的开出橙色品质的道具了，下次有黄金宝箱还给你开，我找个地方试试技能去，太谢谢你了。说完，马小婷直接兴奋地给了虾滑一个大嘴巴子。虾滑回到载具上，开启了黄金宝箱，开到了3个寄居蟹泡泡糖，还开到了一个橙色的技能卡。把橙色技能卡交给马小婷之后，虾滑拿着珊瑚精找到了吉娜，把珊瑚精给吉娜涂抹过后，系统提示了吉娜还剩20小时才苏醒。白天的时间转眼就到了晚上，小型鱼人岛如期复出海面，虾滑和马小婷保持了200公里左右的距离。虾滑，这次我再跟你比一比，看看我们谁收获的多。然而虾滑此刻靠着战舰上的迟钝声呐，小型岛屿的300个鱼人大军早已经被处理掉，岛上的3级鱼人也是被虾滑轻松拿捏了。回到战舰，继续向下个小型岛屿出发，途中也是快速的路过了挺多的人类玩家。区域频道的众人对虾滑这个载具的速度也是有着无数的评价。时间到了凌晨，虾滑已经得到了7个白银宝箱和21个沙漏。系统此刻提示吉娜还剩3分钟即将苏醒。船舱里的吉娜此刻双目紧闭，看起来有些痛苦，身体上还有些电流不断闪烁着。3分钟一过，吉娜痛苦的大喊一声就醒了过来。主人，吉娜已经成功升级，感谢主人的帮助。快跟我说说，你升级之后有什么新技能吗？或者技能有什么变化没？主人，我并没有出现其他技能，能力还是电流。升级成4级鱼人将军，我的技能增幅了10倍，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叫1亿伏特。1亿伏特，我的乖乖，那不得将敌人烧成灰啊！为了更加详细的了解4级的吉娜，虾滑拿出鱼人图鉴看了起来。其他的解析和以前没啥不同，主要就是吉娜的电流威力再次提升，次数也只有每日1次的机会。吉娜，等会我们很快就抵达小型鱼人岛，你直接用一次1亿伏特给我看看威力。吉娜点了点头答应。战舰此刻已经到达了鱼人岛，岛屿300个左右的终极鱼人都冲了过来。吉娜此刻已经升到空中，身上涌出的电光开始增强。随着吉娜往前面一指，一道光柱直接射向远方，300个鱼人都被光柱包裹着，强力的电流将他们的身躯直接融化。电光继续朝着鱼人岛飞去，岛屿内瞬间开始大面积的燃烧。随着里面一声绝望的惨叫，吉娜才慢悠悠的回到了战舰。主人，鱼人大军已经全部解决，岛屿上的3级鱼人被我的攻击波及到，应该也灰飞烟灭了。我的宝贝，你可真是太牛了。到了白天，鱼人岛全部沉入海中。马小婷开着游轮也回到了虾滑的战舰旁。虾滑，现在你有4级的吉娜，还有一个召唤4级幽灵的丹尼斯之眼，那今晚出现的鱼人将军肯定是轻而易举的解决了。虾滑则是摇摇头，不这么认为。4级鱼人将军的实力有低有高，上次我们遇到的寄居蟹鱼人将军只有控制技能，如果他攻击力强，说不定我们早就没了。虾滑，既然你这么担心，那不如再提升一下我们的实力，你看如何？虾滑一愣，现在哪里还有提升实力的途径？虾滑，上次提高3级强化药剂的成功率的办法，我觉得很靠谱，要不你帮我把西西也提升到3级，这样我们不是更有把握一些吗？虾滑一脸的问号，这该来的到底还是来了。你这当我是什么？是工具吗？这肯定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不同意什么嘛？这种好事你还拒绝什么？得了便宜还卖乖。西西，虾滑同意了，你快进来。门口这时候才走进来一个身影，正是王若曦。这真的不行啊！我知道你不好意思，我先出去，等你们成功了我再进来。说完，马小婷笑嘻嘻的就走了出去。虾滑，小婷都跟我说了，既然亲吻能提高强化的成功率，你别有顾虑，就当是帮我一次。不是我不帮你，实在是这种事我真的做不来。上次跟马小婷可能是运气好，你再来不一定成功的。没事，不管成不成功我都不怪你，如果亲吻不行再进一步也是可以的，而且我也不会让其他人知道的。这话一出口，虾滑直接就惊呆了，真要付出这么大的吗？对不起，不是我不愿意帮你，而是这种事没有依据，你没必要牺牲这么多的。谢谢你，虾滑，我知道了。还有上次宝藏岛我独自离开这件事，真的对不起。说完，王若曦失落的走出了房间。这话出口，虾滑心中的芥蒂已经消失了大半。之后的虾滑点开区域频道查看了起来，看了半天，发现本区域的玩家对大型鱼人岛根本没什么了解。除了这些，还意外的看到了范坚强招收队员的消息。白天过去，夜晚来临，平静的海面上突然涌现出无数的海岛。众人都知道大型鱼人岛再次出现了，一时间聊天频道再一次疯狂。之后，虾滑众人都向着岛屿深处出发。没一会，雷达探测器弹了出来，一大批的红点此刻正在靠近。所有人，前面鱼人来了，准备战斗。这话刚一说完，迎面过来无数的鱼人，至少700个左右。吉娜第一个冲在前面，一个电流蛛网将一大片鱼人包裹，瞬间就嘎掉了近100鱼人大军。随后众人也加入了战斗，最后只用了5分钟的时间，把所有的鱼人大军全部消灭殆尽。众人再次保持警惕前进。10多分钟后，一个非常宽阔的广场正坐着一位老者。虾滑，这老者发出的威压让我有点喘不过气，怎么办？我们是直接上吗？距离有点远，能攻击到他的只有吉娜的电流，要不然咱们试试吗？还没等虾滑等人攻击老者，便开口道：人类，既然来到这里，不妨过来聊聊。大型鱼人岛屿再次出现，
岛上出现700个左右的鱼人，都被吉娜的电击能力轻松解决掉了。10多分钟后，众人在一片空地看到了一位老者。虾华拿起鱼人图鉴看了起来，原来老者是个平辈海龟鱼人将军，还能制造出能改变重力的领域。重力领域吗？看来是想把我们骗到他的领域中去。怎么样，人类过来跟我这老头聊一下可好？行啊，正好我也想知道你们鱼人一族的最强者鱼人王到底是什么玩意。随后虾华众人慢慢的向着海龟将军靠近。人类想要了解鱼人王，我很佩服你的勇气。鱼人王还有3天就能出现，到时候你就会亲眼看到了。听你这么说，好像鱼人王很厉害的样子，希望到时候见到不要让我失望。要是3两下就被我嘎了，那也太没用了。你这人类真是又可笑又狂妄，鱼人一族的最强者，又怎么会被你3两下就嘎了？等到虾华众人快靠近的时候，虾华回头喊道：吉娜，就是现在，全力攻击他！吉娜直接用出自己的大招，一翼福特瞬间冲向了海龟将军。就在虾华众人以为成功了的时候，海龟将军居然还没被嘎掉。这种能量虽然狂暴，但在我超强的防御下，你们根本嘎不了我，就让你们扛一下我的10倍重力。此刻虾华众人瞬间感觉身体变得沉重，仿佛有1000斤重的石头压在身上一样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不是只能控制龟壳附近的重力吗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的重力范围可是整片岛屿，只要你身处岛屿都会被我的10倍重力影响，只要离我越近，重力就会倍数增长。此刻除了虾华几个实力强的，其他人都被重力压倒在了地上。看着越来越靠近的海龟将军，虾华现在也只能召唤丹尼斯之眼，眨眼间一艘幽灵船就被召唤了出来。没用的人类，尽管你如何挣扎，等我走的，你的身边重力只会越来越强，你再怎么反抗也没有用的。这时候从幽灵船飞出一个个幽灵出来，丝毫不受重力的影响。不可能，你们怎么不受我的重力影响，而且还能飞？去，给我嘎了那个大王八！接到命令的幽灵们瞬间往海龟将军冲去，海龟将军此刻也是加快了步伐。人类不管你有多少手段，等我嘎了你，这一切都结束了。可这时候不受重力影响的幽灵已经到了海龟将军面前，下一秒全部幽灵开始啃咬起了海龟将军。怎么回事？这些东西明明没有破开我的防御，为什么还能伤害到我？你继续狂一个给我看看啊！这些幽灵们的攻击对身体和灵魂都有效，就算你防御很强，但是没有办法用出实质化的能量防御，你根本挡不住。幽灵王此刻也发动了技能，一只巨大的手忽然出现，直接把海龟将军的灵魂抽了出来捏碎。海龟将军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，虾华众人瞬间感觉到浑身轻盈无比。海龟将军旁边也是掉落了黄金宝箱和4个沙漏，后面虾华众人找到鱼人宝藏，这次居然是500个沙漏。虾华这500个沙漏说什么你也要分我一点。小田，我黄金宝箱给你都可以，但是沙漏这玩意一个也不行。知道了，小气鬼，如果材料不够的话，我这里还有点，你记得跟我说。之后的众人便开始了返回之路。在路上的时候，马小婷收到了一条信息：虾华，我们的载具被人攻击了，听我属下说，领头的就是范坚强。虾华顿时心中一惊，范坚强居然来了一手釜底抽薪。周灵瑞，我们先走，你和王洛西注意安全，快速回去。吉娜后面带着虾华跟马小婷快速的飞往岛屿边缘，可回到载具上空的时候，并没发现范坚强众人。马小婷回到载具询问了起来：怎么回事？范坚强等人去哪了？我们靠着虾华大佬的优能火炮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，后来他们只攻击了一会就转身离开了。你跟我说说，这伙人的实力怎么样？这伙人载具有2艘帆船，2艘游轮，游轮上都有船载的武器，人数大概有500人左右，2级强化者至少有30人左右。可恶，这个范坚强别让我遇到他，不然非得把他砍成18段。此刻的虾华打开了区域频道，宣布了范坚强等人一伙是自己的死敌，还发了一个无期限的私人悬赏。一时间区域频道内的消息漫天飞，大家都对悬赏的奖励感到了无比的兴趣，但也有害怕范坚强的人。大哥，那个虾华在区域频道对我们发布了悬赏消息，这对我们扩张势力造成了很大的阻碍，不少答应加入的人都反悔了，我们队伍还有私自逃跑的。这个虾华倒是用了个好手段，为了避免我们的位置泄露出去，从现在开始严格控制队伍中的人，发现异常直接嘎了。然而虾华现在正抱着沙漏狂喜，使用沙漏后战舰已经升到了38级，观察属性后除了战舰大小，其他也没发生什么变化。随后虾华打开黄金宝箱，开出了3个不同紫色品质的种子，还有个橙色品质的龟壳，不过这个龟壳穿上会降低自己的移动速度。虽然这玩意防御力不错，但是谁想做一个王八呀？最后虾华还是尝试的穿上了这个龟壳，瞬间虾华走起来的速度慢了不止一点，最后还是把龟壳脱了下来。这玩意估计马小婷也不会要，我自己不到万不得已，还是不用比较好。虾华又开启了黄金宝箱，这次得到了一个橙色品质的龟壳，穿上之后不仅走得慢，还特别丑。之后虾华忽悠马小婷穿上了龟壳，不料被马小婷抓着一阵暴揍，还被坑了一些优能晶石当做补偿。下一个大型鱼人岛出现，虾华和马小婷总共只有5人登上了岛屿。这次的鱼人将军很好解决，他只能缩到贝壳里防御，根本没什么攻击手段。最后虾华众人把贝壳给打碎了，还从他口中得到了一些鱼人王的情报。这一次的鱼人宝藏居然有着500个空间宝石。回到载具，马小婷开始跟虾华讨论起了鱼人情报。
虾华这次鱼人王是只虎鲸，到时候他的军队数量至少3万左右，而且终极鱼人数量大幅度增高，我们是对付他还是躲开他？等后天鱼人王出现的时候，我看看能不能用战舰导弹攻击他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放弃这个敌人也是可以的。随后虾华回到房间，打开了黄金宝箱，一瓶橙色品质的强能药水，能短暂提升等级10分钟。虾华又在商城买了强化卷轴，把舰载导弹强化到了10，还顺带把龟壳强化到了5。2天后，天空彻底黑了下来，海底传来一阵巨大的怒吼声，一时间聊天频道的消息都在飞速的滚动着。海面传来的剧烈波动让大家不得不怀疑鱼人王的岛屿有多大的面积。此刻的岛屿已经完全浮了起来，大家的载具都被带到了陆地上。沙雕比较可能离开了海水，只能在地面上来回扑腾。好在虾华提前给沙雕布置好了一个巨大的桶，沙雕在里面也能舒服一点。这时候虾华的雷达弹了出来，附近出现了大量的红点，随后1000个鱼人逐渐的来到了附近。虾华则是用幽能火炮一发发打去，鱼人都是被一炮打掉一群。没一会，1000个鱼人便被虾华众人给嘎了。虾华这些鱼人目的好像不简单，他们数量全部分开来攻击，完全是变相的削弱自己啊！鱼人大军的目的是想把岛上的人全部嘎了，或者往岛屿中心驱赶，不放过任何一个人。走，我们向着岛屿中心出发。一行5人向着岛屿中心快速走去。1小时后，看到了2000多人类被2万个鱼人包围着，只不过鱼人并没有动手剿灭这些人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青年踩着个巨大的身影在空中出现。人类，你们屠杀我的族人已有10日，今天我也来屠杀你们，让你们感受一下绝望。虾华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不要急，趁现在我们看看鱼人王的能力再说。这时的鱼人王身处右手指着，只见他手指那里散发着一股光芒，随后地上的泥土形成一块块的巨石飞向空中，然后快速的向着下面的人类坠落，瞬间就砸死了1半的人类。随后又一波泥土形成巨石飞到了空中，虾华连忙掏出鱼人图鉴看了起来。虎鲸有着3个技能，分别是游荡、掌控土元素和感知，而弱点就是虎鲸的攻击比较笨拙缓慢。我靠着第3个感知技能范围是5万米，这么说鱼人王是知道我们躲在这里的。随后虾华一刻不敢停留，带着众人连忙离开这里。可鱼人王此刻看向了虾华这边，本来打算收拾完这些人类再去弄你们，既然你们开始逃跑了，还是先抓你们吧。所有鱼人给我留守好这里的人类。虾华5人全速的往外围奔跑着，可鱼人王抬起手一指，地上的泥土瞬间形成一块土墙，挡住了众人的去路。来，我们跟他打，今天不嘎了他，我们是别想离开这里了。怎么，你们还想要反抗是吗？然而吉娜已经将1亿伏特用了出来，电流冲击直接打在了鱼人王虚影身上，可鱼人王挥挥手，虚影瞬间就恢复了。你们的攻击很不错吗？居然能够摧毁我凝聚的能力虚影，如果拿到电光的能量再强一点，说不定就能伤到我了。随后鱼人王又往虾华那一指，瞬间虾华头顶出现了一大堆巨石，马小婷此刻抱起挡在面前，用着橙色技能伸长手臂一直在劈打掉落的石头。既然你们喜欢反抗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反抗到什么时候。瞬间虾华头顶又出现了一批石头，虾华这时候也拿出了丹尼斯之眼，一艘巨大的幽灵船被召唤出来。昆斯们，给我打碎天上的石头。昆斯们收到命令，全都跳起来扔石头。虾华拿出强能药水，直接给吉娜喂了下去。随后吉娜瞬间散发出恐怖的气息，只是一瞬间，吉娜就来到了鱼人王附近，一道10亿伏特直接打在了鱼人王身上。能量消失后，鱼人王只是重伤而已。主人，我的强力技能用完了，根本无法再伤害他。趁我还能保持几分钟5级实力，你们快点逃！不行，我们走了你怎么办？主人放心吧，鱼人王的攻击虽然凶猛，但我速度很快，我绝对能离开的。吉娜，记住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你一定不能嘎。说完，虾华4人连忙往着外围奔跑而去。可笑的人类，连你的同伴都不要了吗？全体鱼人听令，给我追击逃走的人类！此刻的吉娜药水时间也到，实力也变回4级。怎么实力下降了吗？凭你现在的实力，速度肯定没那么快了，看你还怎么躲开我的石墙！说完，远处直接形成一道石墙，直接把吉娜拍飞了。而吉娜借着这个机会，瞬间往着远方逃遁而去。你们这些老鼠，只会逃跑吗？5级实力鱼人王终于出现，虾华众人不敌逃跑，吉娜被鱼人王打飞，也借力逃遁。可虾华众人快回到载具附近的时候，有着100多人挡住了虾华的去路。我说你这个世界排名第2的范坚强，你是一直都喜欢干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吗？就你特喵叫范坚强啊！小心我打的你名字倒过来写。大哥，你看这小丫头还凶得很，不知道打一巴掌会不会哭啊？我们这边3级强化者可是比你们多2个，看你们待会怎么笑着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话音一落，一个大汉手持一把长剑就砍了过来，虾华连忙一个闪现躲了过去，抬手一个锋刃向范坚强打了过去，不料被一个大汉当肉盾挡在了最前排。此刻马小婷、周灵睿也是跟其他3级强化者僵持着。范坚强此刻露出了阴险的表情，拿出刀快速向虾华跑去。等范坚强拔刀的时候，虾华一个瞬移往后躲去，可范坚强也瞬间出现在面前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明明躲了过去，难不成他也会闪现吗？然而这时一个身影挡在了虾华面前，范坚强的刀直接划了过去，王若曦却是倒在了地上。马小婷看到王若曦倒地，瞬间红了眼，直接一刀把2个3级强化者打飞，随后冲着范坚强的方向跑去。
敢伤我妹妹，我要你的命！随后一个跃起一斧头就想范坚强砍去，范坚强连忙抬起武器格挡，可巨大的力量让范坚强脸色大变，一个箭步就往后退去。虾华这边已经拿着红药水给王若曦治疗中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跑过来？虾华，这一次我没有抛下你。王若曦在红药水的治疗中，伤口已经无大碍，可也是失血过多晕了过去。马小婷，你给我回来！我不回去，他敢伤我妹妹，我今天非得嘎了他。王若曦暂时没事了，你回来保护，这些人交给我。随后马小婷听话的走了回来，跟周灵瑞保护着晕倒的王若曦。早就听说虾华大佬女人缘好，现在看来果然如此。以后有机会还是要虾华大佬传授一下心得。说实话，刚才你的攻击很奇怪，不过接下来我跟你保证，你连碰到我都做不到。你好大的口气，无视刚才那娘们，你现在已经都要嘎了。虾华此刻将巴掌大的龟壳已经穿上了，然后手上拿着唯一一瓶的隐身药水。范坚强这时已经向着虾华过来，叮的一声过后，虾华却是毫发无伤。砍完了吗？现在可是轮到我了哦。随后抬手一道锋刃给范坚强飞了出去。怎么可能？你那龟壳难道是高品质道具吗？虾华这时把隐身药水喝了下去，身形消失在了范坚强眼中。人呢？你出来啊！给我出来！随后一道锋刃直接给范坚强又打飞了出去。这时范坚强连忙跑到人群中躲着，可一个又一个的人从人群中倒下。范坚强此刻也开始了求饶。虾华是我的错，是我太贪心了，你不要来嘎我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。不必了，等你嘎我会清点你仓库的。然而范坚强此刻手上多了一个道具。虾华，这是你逼我的，你给我等着，嘎了我这么多手下，我一定会报仇的。说完，范坚强已经把手雷往地下一扔，随后起身跟着手下一群人往远方逃遁而去。不好，这是高爆手雷！虾华也连忙闪现离开了爆炸范围。可范坚强不知道的是，此刻他逃亡的方向正是鱼人王的方向。10分钟后，虾华已经回到了战舰上。王若曦在乐乐的治疗下醒了过来。一段时间后，吉娜也飞了回来。主人，鱼人王也朝我们这边追了过来。不用担心，我们还有战舰导弹没用呢。随后众人进了驾驶室，看起了导弹雷达。8万米外的一个红点正在闪烁着。虾华鱼人王现在已经这么近了，你怎么不开炮？不急不急，等他再靠近点。等到鱼人王已经还剩53000米的时候，虾华这边直接拍下了按钮，战舰导弹已经瞄准目标发射。不过鱼人王此刻已经感受到了这股能量波动。人类现在是过来的，这些东西的攻击力对我毫无作用。等我到你面前，我就嘎了你。等会导弹到你面前，你就知道它有多猛了。没一会，导弹精准命中鱼人王，爆炸声瞬间响彻整个岛屿，附近1500米范围的生物全部覆灭。范坚强一伙本想躲着鱼人王过去再逃跑，没想到直接被波及到了。此刻鱼人王的虚影已经完全被打掉了。人类，你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就偷着乐吧，一般人都不值得我动用这个武器。说完，虾华又按下按钮，一发导弹又往着鱼人王打去。没一会，导弹已经击中鱼人王，烟雾消散后，鱼人王也是没了声息。总算是把他给嘎了，这武器实力可太强悍了。随后，虾华便打开消息频道通知了大家，让大家不要去碰战利品，不然就导弹攻击。此刻，这个世界的人都对虾华有着恐惧，再无人有一丝攻击虾华的念头。这是一封离别信，写上我该离开的原因。我在你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太模糊了，你对我窗忽冷忽热，我到底是情人还是朋友？爱你是否不该太认真 ？That's why I'm letting go。我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，因为爱你爱到我心痛，但你却不懂哦。